眼前这个男子是个游戏主播，直播到深夜，竟在直播间睡着了。哎，主播怎么睡着了？肯定困呢。直播睡觉有意思，有意思。有没有玩游戏的？一起呀！带我一个呗，我菜鸟。跟着大佬混，有盒子舔。我靠，我这是在哪？等等，这地方是训练场。我手机呢？我靠，我这穿的啥衣服？喂，新来的。这是乔尔·加里森。我穿越了，这里是暗区世界。菜鸟来喽！你表现得很好，看来你已经明白了在暗区要怎么做。聪明一些，把战场上那些宝贝多带一些出来，换个好价钱，这样你才能买些好装备，变得更强。叶东很快做完第一个教学，领取了第一个任务。不行，得看看世界频道，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卧槽，老子刚下班，这是哪呀？什么鬼？枪战射击游戏不是20年前就封禁了吗？啥游戏啊？枪这么重，怎么抬得动？检测宿主为穿越者，自动绑定系统中。系统，这种网文小说我叶东可看了不少。系统可是穿越者的标配，这说明什么？我叶东是主角。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宿主所在的世界为生前世界的平行世界，不明原因让所有人进入暗区突围游戏中。此平行世界无任何射击类手游，这也是宿主的优势之一。哦，那这游戏里的一切和我生前玩的暗区是一样的吗？大致相同。那开的金不就是真金白银了？请问系统有什么用吗？系统可为宿主获取一个暗区天赋。暗区天赋，玩家叶东获得天赋男团基因。男团基因，被动，男团不会主动攻击你。主动，每击杀一个游荡者特遣队员，可获得一个男团基因，10个男团基因可召唤一个男团士兵作为你的小弟，小弟未受致命攻击则会永久存在，男团基因可储存不可售卖。系统任务100万富翁，完成条件拥有总资产超过100万，任务成功奖励皮质护腿乘1，任务失败惩罚5，是否领取？护腿，那以后遇到修脚大师完全不虚了。这么外挂的装备我怎么可能错过？而且失败还没有任何惩罚。领取。叶东接下系统任务后，也接下了乔尔·加里森的任务，小有收获，开启了他重生的第一局。玩家信息：名称叶东，头衔赞舞，资产10W 科 NB， 天赋男团基因 L5.1/0-10。进入游戏中。叶东手上是一把半改 AK-74N， 用的 5.45×39毫米 PRS 子弹，1级弹，30发弹匣，一共3个。身上老式钢盔，2级头，220防弹衣，2级甲，6格的狩猎马甲，一个轻型登山包。出生在谷物交易站1号位。叶东一顿冲，队友还在傻傻的乱逛。叶东已经搜完了整个谷物交易站，除了收音机出了个金魔方，其他全是杂物。第一把通常是给新手熟悉地图的，所以不会有真人。叶东又把马厩和旅馆的棉宝摸了，3000多颗 NB， 还出了一把别墅主卧室钥匙。好家伙，这个游戏爆率这么高！叶东喝一瓶牛奶直奔别墅，剩余时间只有9分钟了，队友也打2个人机就撤了。叶东也是杀了一点点人机，共计8个男团基因。哎呦，美滋滋！这游戏一大快感就是搜东西那种开盲盒的感觉。叶东上了2楼，也是先摸了大衣和抽屉，出一个发条小汽车，当然肥皂、火柴之类的也没少出现。激动人心的时刻，主卧室。哎呀，回到家的感觉。先宣个保险，卧槽，照相机，我谢谢你。再摸个主机，出，固态硬盘，我 CNM。叶东一边分方一边摸着大衣。哦，民宅钥匙，虽然是个普通钥匙，不过也还不错。叶东成功撤离，第一把收获16万。现在你可以选择一间房子作为你的住所，在这个空间内你拥有最高权限。乔尔·加里森展示了农场的地图，上面有许多标记的房屋。这样，我要住旅馆主客房。抱歉，你没有钥匙，不能解锁该房间。这样，那我住别墅。解锁住所，别墅。别墅每日花费3000颗 NB， 确定居住。
确定。对了，民宅多少钱一天？民宅每日1000颗 NB。住的地方有什么其他用途吗？每个住所每日均可开一次住所内大衣，越高档的住所开出金的概率越大。其中旅馆可每日开启2次大衣。每个住所每日提供定量的生活用品及食物，用品和食物的品质随住所品质的提升而提升。好家伙，行吧，那我还是别墅。传送中。叶东也有些困了，上了2楼主卧倒头就睡。阳光高照，叶东伸了个懒腰。哎呀，真舒服，准备吃个早饭。桌上自动摆放了许多吃喝，叶东拿起一瓶 C++ 芒果汁仰头喝着，真不错。再来个牛肉罐头，还有红烧排骨。叶东吃完，向乔尔、加里森提交了昨天的任务，拿了8000颗 NB 和2000经验，同时也领取了新任务。出入暗区，叶东再次进入门口，进入地图中。出生在马厩旁边。等等，这个世界的人也是刚进的游戏，大家都还是萌新。现在过了1天，估计也才刚知道2个棉堡位置，那我不是可以？叶东喝下一瓶牛磺酸，直奔马厩棉堡。棉堡里是3叠科 NB， 叶东没拿，默默合上保险箱，躲在窗边的角落，静待有人门。不爱。很快，楼下传来2个脚步。哥，这显示是危险区域，我们真的没问题吗？怕什么？你哥可是久经沙场了，这把叫什么 FL 的枪可真吊。昨晚你哥可是1穿3了。哥，这有个箱子。哎呀，那只是个普通箱子。我告诉你，2楼有保险箱，那里面才会出好东西。哥，里面有个叫水平仪的东西，不值钱不值钱，快跟上。来了来了，保险保险，老子来了。卧槽，外挂。咋了哥？没事吧？卧槽，我倒了哥，好疼啊！卧槽，老六。叶东直接连打带跑。快乐这不就来了吗？看着这俩憨憨兄弟，我也有点不忍不住想笑。不过这是个残酷的游戏，弱肉强食，老六生存，我就当给他们上一课了。又过了一会儿，一直没人来，叶东只好含泪挺刀。卧槽，这人还真用得发牢。不过配件方面非常感人，连个瞄准镜都没有，估计是武器箱开出的。这2人身上的各种杂物和药品，直接把叶东喂得饱饱。剩余时间还有16分钟，叶东吃了点东西，准备前往汽车旅馆。旅馆传来春节气息，浓厚的火药味四散至周围。还在打，这是刷男团啊！反正男团不会攻击自己，直接从大门冲。我架住了，你们去绕他。人呢？这边集合。法老没多少子弹了。叶东拿上维克托45直接冲，1楼满地的盒子，不过大多是人机盒。叶东听到楼上有2个脚步，直接一颗进攻雷先过去。男团基因加1，可以搞一个直接码。男团基因加1，对面是一个喷子，不过因为距离有点远，没能刚过叶东。我操，这 TM 真硬核射击游戏，好痛我操！叶东深呼着吸，咬着牙打了药，又磕了颗止痛，才好了起来。没人喽，迅宝。这个游戏和之前叶东玩的其中一个不一样地方在于没有安全箱。男团之前也被玩家砸了，叶东也被一起舔了。军刀、AK-74N 的3级弹全部扣住。写出来了。叶东正要离开，楼下又传来了3个脚步。我操，这个点还有人来，伪装者。叶东跳上楼梯扶手旁的箱子，开始准备溜人。天地，这模式装备好拉呀！这个破防弹马甲穿着真磕碜。别抱怨了，好好注意四周，别又给老六阴了。我和你们说，这个模式老好了，现在他们打完走人了，我们可以捡他们不要的垃圾。哈哈哈哈！你看，3级套到手。卧槽，这么多盒子，真香。嘿嘿，这些还只是人机盒，楼上肯定还有真人盒子，真人的更肥。那还等什么？冲冲冲！卧槽，哪里打的？别舔了，我倒了。来了来了，玩你！叶东还没听完3字真言，幸运的大哥就去世了。剩下的2人并没有直接冲上来，反而一点脚步也不露。现在位置也暴露了，那2人却不知去向，是准备绕后，还是夹着1楼的楼梯口？丰富的战斗经验告诉叶东，该转移了。叶东摸着镜步，悄悄地向后退去，慢慢地从另一个楼梯摸下来，从窗外向1楼丢了2颗。男团基因加1，男团基因加1，有惊无险，看来还是小心点好。叶东从后门悄悄离开旅馆，花了2000颗 NB， 直接走快速通道。没办法，在这个游戏被溜死太常见了，而且我现在孤身一人，我可不想像上辈子一样一直活在被溜的阴影中。
叶东的资产已经达到了44W，又回家摸了摸大衣，出了一个 CPU。向乔尔、加里森提交任务后，叶东又去做了几个任务，解锁了新联络人艾薇塔。我有个包裹在投递中出了点问题，送货员在农场北部小路被游荡者攻击了，包裹被藏在农场人工湖的一个废弃的码头附近，请帮我去那找找好吗？这个包裹对我很重要，谢谢了。小小游荡者，他怎么改？叶东准备再次进入农场，男团基因已经达到10点了。叶东开始召唤男团小弟。男团基因减10。一阵光芒闪过，叶东面前出现了一个光头大汉，脸边有一道疤痕，一身暗绿色的军装，身上古泥灰味，整个人显得憨憨又有点不好招惹。老大，请为小弟命名。就叫你光头杰克逊吧。名称：光头杰克逊，资质必减，综合战力62，战力成长2。注：战力成长为每经历一次战斗获胜后的最大综合战力增长。好像资质平平。叶东看着手上只有匕首的光头，战力十分感人，于是在市场里买了一件4级套给自己穿。对，好东西肯定是先给自己。又把原先的3级套给光头穿，维克托也给光头当配枪。以后你就叫光头了。是。跟着我混，带你打遍暗区。好的，老大。叶东决定带他去农场先闯一闯。对了，系统，光头杀的人也可以加基因吗？可以。那我一局最多可以带多少小弟？3个，一队人最多只能有4人，不过他们也可以单独匹配或自行组队任意模式。尊多假多。叶东脑海中顿时文思泉涌，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脑中浮现。回归现实，叶东现在只想快速升级，然后创建战队，组建势力，一步一步成为暗区的王。进入地图中，这把叶东和光头出生在仓库，叶东让光头跟着直奔别墅。别墅1、2号位果然是刷人了。叶东到达别墅楼下，别墅2楼传来4个脚步。你去架住楼梯口。好的，老大。叶东在别墅外的围墙边开始捏雷，楼上也是发现来人了，很快就冲下来一个光头架住1楼，一顿扫射，化身修脚大师。男团基因+1。还有2个在窗边看人，另一个估计卡在2楼楼梯口。一颗进攻雷丢入。男团基因+1。可以炸到一个，直接冲。男团基因+1。好家伙，光头又秒了一个。叶东冲上2楼，借着楼梯边探头，使皮枪。男团基因+1。直接团灭。叶东也胸红当黑脚断了。卧槽，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爱打裆了，是真的痛。大哥，没事吧？有事，快拿急救包来。此情此景又让叶东想起电视剧里的那些人，明明 TMD 快死了，还喊着还没事就算了，还一顿逼完血都流完了吧。叶东躺在地上咬着牙，打开标准手术袋做手术。光头递过急救包后，开始整理战利品。叶东打完药后，也开始清理物资。对面余下的装备中有一把古物钥匙，这倒是个惊喜。钥匙的价值在现在这游戏中可都只有拍卖行能搞到，除了管理处。整栋别墅除了主卧室外全搜过。又到了快乐的捞金时刻，叶东打开上锁的主卧，直奔保险。来，好像是个大宝贝，水泥。叶东又摸了摸主机，显卡出了一个小金，还行，主机里摸出个显卡很合理，好吧？这个保险里一袋水泥就很不理解。光头从大衣里摸出了个打火机，很合理。稍作准备后，叶东和光头冲向旅馆。现在是游戏前期，大多数人对游戏的操作和理解都还在前层，我必须抓住这段时间的优势，快速形成资本的积累。很快，在叶东和光头的扫荡下，旅馆除了叶东和光头以外无人生还。后面也是成功撤离，这局也是成功的捞到21W，不算钥匙，获得了18个男团基因。叶东去训练场提交了任务后，回到了别墅。光头，我们又要有新成员了。老大牛逼！叶东开始召唤男团，这一刻是神圣的，起码对他来说是。光头人狠话不多，坐在桌旁吃着黄瓜喂水听。一阵光芒闪过，一个大汉出现了，坚毅的眼神，同样的暗绿色军装，同样的泥灰味，不同的是他有着茂密的头发。老大，请为小弟命名。就叫你狼牙杰克逊吧，希望你有如狼似的凶狠，用利牙撕裂对手的自信。是，狼牙定不负老大所望。名称：狼牙杰克逊，资质 B+，综合战力65，战力成长3。哎呦，这个狼牙看起来就比光头聪明多了，资质和成长都略高于光头。看看光头现在的属性。名称：光头杰克逊，
资质 B 减，综合战力66，战力成长2。经历了2次战斗，光头的战力也是稳步提升。叶东把明宅安排为光头和狼牙的住所，然后带着他们来到训练场。训练了半天的时间，叶东能教的也教了，剩下的只能靠实战去积累了。叶东又去把任务做了做，终于刷新了新的联络人迪克·文森。终于来了，迪克·文森上一世可是被玩家们称为文森大爹。你见过送钱的 NPC 吗？你明白刷出主客房钥匙的快乐吗？上一世的主客房钥匙就是在文森大爹那花了几万块换的。上一世市场上主客房钥匙最高甚至涨到了90万有余。如果你的钥匙掉入有河神的河中，河神问你掉的这把是金钥匙还是银钥匙？不，我只要主客房钥匙。我的朋友，你应该知道，你可以利用游荡者的角色进入暗区做很多事。我会送你一套游荡者装备，好好利用他们身为游荡者的身份，可以帮你获得不小的收益。不过记住，安全从农场回来。叶东接取任务，刚好可以带着光头和狼牙去伪装一波。对了，系统，这个世界的伪装潜入模式和我前世玩的有什么不同吗？伪装潜入，使用赠送的随机装备进入演习，扮演游荡者，搜寻战场剩余物资。每一次在伪装潜入中死亡将扣除潜入机会，每人潜入机会上限均为5，每天增加1次，成功撤离不会扣除潜入机会。系统，那我的男团士兵们呢？会在伪装潜入中死亡吗？宿主放心，男团士兵只会在战术行动中死亡。宿主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士兵们当成玩家的一种，只是士兵的资产及一切均归属于宿主。意思就是说，男团士兵也有5次伪装潜入的机会，并且每日还能增加1次，太逆天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请选择地图。农场。叶东在选地图时发现，地图上前线要塞和电视台2处地方并无显示，就连战术行动也没有。如果是等级不够没解锁，也会显示未解锁。还是说这个世界目前没有这2个地图？隐藏地图。很快，叶东一行人出现在了谷物交易站。叶东和光头是1级的防弹马甲，叶东一把 T79，光头一把 M870，狼牙美甲一把 SKS， 3人均是 ALS 弹挂。剩余时间还有22分钟，谷物交易站4处都是盒子，大多都是木盒。一顿搜刮后，叶东3人一路奔向旅馆。你老家哪的？到别处捡垃圾去。旅馆只剩下2个鸡哥，1楼有2个木盒子，2楼3个木盒，4个铁盒。叶东已经基本能想象到刚才发生了什么。虽说游荡者不会主动攻击，但送到嘴边的基因哪有放过的道理？动手！叶东一声令下，光头和狼牙就干掉了那2名游荡者。然后就是漫长的捡垃圾时间。稍作准备后，3人的包里都装满了1000元垃圾。叶东估摸着遗留箱应该比较少人知道，就带领着2小弟往北麦田方向走去。受不了，最值钱的就一个必刷的马刺。随后3人又杀了几个游荡者，便撤离了。3人一共收获22W，12个男团基因。叶东提交完任务，发现总资产已经达到102W。提交系统任务。恭喜完成任务，100万富翁。任务奖励皮质护腿。领取。皮质护腿由上好牛皮制成，可以有效的防护腿部，作用为使用者的腿部防护2次任意伤害，手击2次后自动消失，使用者移速-3%。才2次，那也就2颗子弹的事，不过遇到雷和大狙还是有点用的。系统任务：农场老大之争。老大之争，前往农场封锁区，干掉男团老大阿贾克斯。任务成功奖励男团基因加50，天赋男团基因升为2级2选1。任务失败惩罚男团基因清零，科恩币减40W。好家伙，玩这么大的！虽说是有着不错的装备，但谁又能保证100%干掉男团的老大？这可不是上一世的暗区卡个点位大闪身枪就可以了。所有玩家都在快速成长中，叶东必须抓紧时间多抢占些优势。叶东来到自家1楼的院子，顺便把光头和狼牙从民宅叫了过来，一起欢迎新同志的到来。召唤男团基因减10。一阵光芒闪过，一个小矮子出现了，小眼睛小胡子。好家伙，目测这矮子才1.65米左右。请为小弟命名。叶东先看了看资料，名称暂无，资质 C 减，综合战力52，战力成长0.5。我靠，还不如光头。后面的小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一个个取名字太麻烦了。叶东决定资质达到 B 级以上的才取名， B 以下的包括 B， 通通以代号命名。这个战斗力都没到及格线，去战斗无异于送死。不
不如让他先去伪装潜入，又能保证安全，还可以增强战力。最重要的是，伪装零成本，还可以赚个不少科恩币和男团基因。就叫你 C115吧，希望你能在北山捞大金。是的，老大，感谢老大。叶东让狼牙带着 C115去训练场练练什么4排是不可能4排了。封锁区的玩家绝对算得上是现在所有玩家中较顶尖的一批，人机也多少获得了一些加强。这一次的危险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带小弟吧，又怕他们死了；不带吧，有可能打不过。犹豫再三，叶东决定带上光头和狼牙。进入游戏，农场封锁区，代入要求1万，消耗科恩币乘6000，进入游戏中。出生在别墅2号位，1号位没有刷人，叶东他们这边去别墅是最快的。以我上一世的经验看，农场封锁开局总是别墅和谷物交易站打得最凶。叶东立马开始安排位置，不搜东西。隐忍。光头蹲在别墅1楼的小房间内，这个房间的房门刚好正对着楼梯，可以打到准备上2楼的人。好抠屁股，2楼容易被炸雷，所以2楼不安排人手。狼牙鹰在别墅院子的一束花丛中，而叶东则是在南麦田方向的坡上，躲在旁边的一个草密角落中。在准备过程中，顺便干掉了别墅刷的2个警卫。很快，出生在仓库那一队的人就赶来了，直穿马路过来，这么勇。叶东听脚步，确认有4个。叶东没有着急打，先吃粒止痛药，准备等他们半步进入别墅的时候，来一个4面楚歌。很快，小队到达了别墅的院子，一个跑得快的已经进去。光头直接偷屁股带走1个，不过故意没补。狼牙则快速从院子丢雷，叶东的法老很快秒掉2个。最后一个幸运儿到处乱扫，边扫边往旁边跑，刚好给炸死。男团基因+4，激烈的战斗不过瞬息便结束了。从光头开枪到团灭不到1分钟，光头和狼牙开始快乐舔包时光，叶东则是原地不动观察着4周。哈哈哈哈，扔好不如接得好，他怎偏往那里跑？老大牛逼！卧槽，我这边摸索呢，你直接整个包拿走了。手快有，手慢无，先到未必先得，手见方得其足。好家伙，你这都哪学来的？你别笑。叶东见此景，哭笑不得，也想起了刚玩射击游戏的自己，又菜又爱玩。对了，光头，刚才第一个击倒的那个人，你为什么没补呀？光头还懂这些，看来操作和作战意识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啊。其实也没啥，主要是想为老大省点子弹。还好没垮。稍作准备后，3人贴着南麦田边缘，一路向旅馆走去。来了就别想走，有手雷。旅馆的战斗似乎到达了白热化阶段，叶东3人从后院拖入旅馆，3人并没有往201的方向走，而是来到了免保处。保险开过了，不过旁边的文件箱没开，这个文件箱是封锁区才有的。叶东顺便摸了摸硬皮本。叶东让狼牙和光头1人架住进来的门，1人观察窗外。此时1楼在混战中，叶东怎会放弃这波机会，直接冲向你没活路了。男团基因+1，叶东干掉1名阿贾克斯的小弟，1楼全是烟雾，此起彼伏的枪声不由让叶东犹豫了一下。叶东目前尚无败绩，但这些光辉的战绩也成了拖累他的枷锁。我这是在害怕失败吗？面对不确定因素极强的战场，叶东还是冲了。有什么好怕的？真男人就是直接干。人呢？这边集合。狼牙和光头听闻，立马跑了下来。这一刻，他仿佛真的成为了男团老大。叶东1颗进攻手榴弹先安排上，有手雷。男团基因+1，男团基因+1。相继干掉2人后，叶东直接冲向最近的脚步，来到了一个小房间。由上一世的经验，叶东立马判断出这是厨房。脚步发生器不好，快往里面跑。烟尘散去，叶东除了双腿全身变红，却只看到狼牙1人忍痛站着和地上的一个木盒。光头，卧槽！叶东和狼牙瞬间冲了出去，外面的人显然没想到里面的人还活着，半蹲着在掩体后，50发的弹匣倾泻着叶东的目睹。对面那人因为拿枪而慢了半拍。男团基因+10，男团老大掉落更多的基因，阿贾克斯死亡，老大之争已完成。男团基因+1，狼牙也干掉了最后一个敌人，浓烟散尽，遍地恒河，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光头的死，阿贾克斯设计的陷阱。系统，我可以用基因复活光头吗？不行。叶东不甘的用拳头捶着桌面。虽说死亡在暗区是最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但叶东还是难以接受。
是自己的鲁莽害了光头，自己死了，无非就是掉装备，还有无数的机会从头再来。而光头的命就这么一条，那名第一个跟随自己的小弟就这么永远的离别了。那个听话又认真的憨憨，总喜欢坐在那张凳子上吃着黄瓜味的薯片。叶东走到光头盒子边上，打开了盒子，一把维克托45，还有700多发45子弹的备弹，还省子弹，省你 M 的子弹。叶东索性东西也不舔了，打完药叫狼牙整备下物资，搬起光头的盒子就往外走。这些小弟早被我当成了亲兄弟，我现在就带着兄弟回家。狼牙回忆起刚才和光头在楼上的聊天，等下冲的时候你在中间，我断后。算了，还是我在后面跑，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也跑得快。真是没出息的家伙。他是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的吗？傻子都知道队伍中走在中间的最安全，那个几分钟前还在和自己抢包舔的人就这么永远的离开了。狼牙花了几分钟打了打药，又把所有值钱的东西舔完后，背着鼓鼓的2个大包走了。这些东西是兄弟用命换来的，我无论如何也要带走。最后也是成功撤离，收获价值48W 科 NB， 20个男团基因，丰满的战利品摆在眼前，叶东却觉得自己亏了。叶东把光头的盒子放在他平时最爱坐的凳子上，盒子里面的东西叶东没有动，还多放了一包黄瓜味的薯片。现在有了墓地钥匙，刚好可以解锁那块区域，以后的烈士就都埋葬在那了。50男团基因和天赋的升级2选1，叶东当然是选择了天赋的升级。天赋男团基因升为2级，男团基因 LV2， 被动1，男团不会主动攻击你，封锁区除外；2，男团对你造成的伤害降低10%，主动1，每击杀一个游荡者特遣队员可获得1个男团基因，10个男团基因可召唤1个男团士兵作为你的小弟，小弟未受致命攻击则会永久存在，男团基因可储存不可售卖。2，召唤出的小弟平均资质提高。3，可用心灵感应呼唤或吩咐小弟。提高了资质吗？还行，心灵感应方便很多。叶东又将目光放到那件5级甲上。INTV 武士标准防弹衣，防护区域：胸部、上腹部、下腹部，移动速度9%，人机功效3。注：赫尔卡公司出品的重装防弹衣套装，采用新型材料，在保持装甲厚度的同时降低了重量，穿上会感觉如同它的代号一样威猛。5、6级甲在暗区称之为神器也不为过，所以上一是暗区才会有那么多玩家用肉弹修脚的。这些甲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降低灵活度，但只要扎几根针、肌肉注射剂、耐力注射剂或者来口吸入器等增强体力和耐力问题就不大。C115这段时间独闯伪装潜入模式，也累计获得了不少科 NB 和男团基因，最重要的是他还捡到了一把旅馆201的钥匙，但叶东却发现不能解锁旅馆201房间。系统，我有旅馆201钥匙，为什么解锁不了201房间？需等宿主集齐旅馆全部钥匙，然后一并解锁整栋旅馆。这样，汽车旅馆虽说一共就2把钥匙，可叶东是没时间等主客房钥匙慢慢出现。自己的小弟到后面越来越多，肯定是要弄个好地方给他们住。叶东直接到拍卖行花了120万拍下了一把主客房钥匙。解锁汽车旅馆，钥匙为什么这么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在这一世等同于房产了。有许多玩家没钥匙，要么就去住免费的回收站管理处，要么就花钱去别的玩家开的旅馆住。当然，回收站管理处也不是完全免费的，一把管理处钥匙也要388科 NB。叶东又把所有住所的大衣给摸了摸，居然出了一个北山酒店 A207的钥匙，其余的都是些破烂。叶东准备过段时间到主客房去住了。现在叶东一共有科 NB 106W， 总资产226W， 男团基因46。叶东又来到了别墅院子，一次性召唤了4个男团小弟，4阵光芒齐放，4个形态各异的小弟出现了。老大，叶东也不多废话，先看资质，一个 C， 2个 C 加，一个 B， 综合战力只有一个达到了60，其余都是52上下。系统，你认真的吗？确定这天赋升级不是骗我的？宿主可能是前2次比较哦，习惯就好。对了，系统，我的战力是多少？宿主穿越后初始战力为84，目前战力85，战力最高为100。好像没什么进步呀。也是，前一世把生死局动不动就嘎了，现在倒好，几乎没打什么高质量局。叶东给 B 天赋的小弟取名为 B203 杰克逊，其余3人依次为 B204 杰克逊、B205、C116， 让 B203、204、B205 3人为一组，先让狼牙去训练一下，然后让 B 组3人先去农场伪装， C115 则是训练 C116， 然后狼牙和 C 组2人去北山伪装，等他们战力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再让他们去做别的，这样不断的利滚利，我就等同于拥有了无尽的财富。
叶东花了388颗 NB 买下了回收站管理处钥匙，现在农场就差马厩仓库和装卸区钥匙了。集齐农场所有钥匙，便可以解锁整个农场地图，使其成为叶东的地盘。可偏偏拍卖行的物品极其不稳定，除了子弹每日都有外，其余只有少数的几样拍品。现在刚好没有这几把钥匙的拍卖，叶东也不急。择日不如撞日，叶东入住了汽车旅馆主客房，睡了美美。夜近天明，系统又传来了新的任务。系统任务：钥匙达人，钥匙达人集齐农场、山谷、北山3个地图的各2把钥匙。注：拍卖行购买的不算。任务时间120小时，任务成功奖励：生命上限提高5%，任务失败惩罚。生命上限降低5%，是否领取？好家伙，不能拍卖只能靠捡的，还有限定时间，难度也属实不小，得看运气。不过这奖励挺香的，领取。别看只有小小的5%，关键时刻1%的血量都会影响整个战局，而且说不定还能提高我的战力上限。再说自己有众多小弟帮忙找，应该很快。山谷地图，叶东想等到有了好居再去，准备冲北山。叶东这一世还没有正经的冲过北山，只是做了些任务，对于北山酒店甚是想念。吸取了光头那次的教训，叶东这次准备自己去，得力干将就只有一个狼牙了。在他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叶东是不会轻易带着他冲锋陷阵。北部山区是个奇妙的地图，特别是在北山酒店里，有着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保险外，男团和玩家也是不手软。今天拍卖行有个 GS2 战术耳机，叶东花了3W 拿下了。同样的，今天拍卖行还有个壁咚经理室钥匙，叶东也花了12W 拿下。上一世只要3W 多的钥匙，在这一世居然翻了4倍。不行，这高低得出个大境，不然我不平衡呀。叶东给法老补充了些子弹，又带了一点点的物资，出征北山。地图选择北部山区，进入游戏中。叶东出生在废旧棚屋旁，这个点位还算不错，只需要多注意右边救生艇处刷的人就好。距离北山酒店比较近，要是有地洞放映室的钥匙就更好了。叶东吸了一口吸入气，一路向北山奔去。叶东来到北山酒店，从 A 洞和 D 洞之间的小门进去，面前 D 洞的小门口就刷了一个鸡哥。没点本事不要乱闯。男团基因加1。叶东简单清除后，沿着 A 洞边缘一路绕到 B 洞门口。你敢来这儿？男团基因加1。男团基因加1。普通模式的鸡哥还是很好清的，没有发现玩家的身影，叶东立马来到 B 洞经理室。来吧，金色传说。芯片处理器。叶东又摸了摸旁边的运动包，一个好东西都没出，受不了了，又是肥皂。叶东有点不甘心。没事，3楼还有个棉宝可以搏一搏。就在叶东正准备走的时候，门外传来2个脚步和枪声。B 洞门口，叶东专门留了2个鸡哥没杀，就是等着玩家来了可以预个警。估计也是来开 B 洞经理室的，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了，那可别怪我。叶东吃上1粒止痛药，准备迎战。他们如果来开保险，说明身上肯定有钥匙，这波赢了又是血赚。叶东也没有什么老六不老六的了，就斜架着进来的第一个门口，愿者上钩。脚步越来越近，却没有开门进来的意思。又过了一会儿，门被打开了，人却没进来。我操，这不会要拍点了吧？我之前漏脚步了。NMD 含烟雷。叶东直接站起一波跳枪。男团基因加1。门外的捏雷仔倒了，雷也丢了出来。还好叶东跳枪刚好从房间的一边跳到另一边，而那颗雷就是丢向原先那边，没有直接嘎了，不过也全身大红。对面的队友就在不远处，很快就会赶到。趁着这段时间，叶东赶紧跑。就在叶东又要经过一个拐角处时，后面传来了枪声。留着青山，卧槽！子弹在叶东耳边擦过，叶东的右手被打黑了。可以可以，兄弟你很猛。叶东东跑西跑，终于跑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小房间内，躲进厕所开始打药。对面的大兄弟也是追着不放，虽然已经给叶东甩掉了，但还是在附近一间一间的搜着。一次手术和一次医疗包比叶东想象的还要快。又压了一波子弹，开始架着门口。来来来，天青色等烟雨，老子永远等着你，让我看看你有多牛逼。脚步声越来越近，叶东觉得这人也是真牛，队友盒子也不扯，直接就追着打。追着打就算了，追丢了还一件件找。你当你在拍电影吗？你王者归来吗？来啊，我的宝贝，你在哪儿呢？在这里？没有，还是在这儿自古 C。T 不抬头，你不会在上面吧？我操，这人有病啊！你 TM 玩躲猫猫呢？这队人都什么牛马，快遭不住了。你会在这儿吗？哦，我以为你喜欢这间厕所呢。忍不了了。叶东听声辨位，直接冲出来，一波跳跑。
男团基因加1。你有病吧？叶东虽说把这变态干掉，但还是心存芥蒂。这个包就先不舔了，恶心。叶东续上止痛，回到 B 栋经理室门前，舔起之前那个雷仔的盒子。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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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半盖 VSS。绿色雷纸用的还是 VSS 的50发弹匣，9×39毫米 SP 子弹，3级弹。虽说9×39毫米 SP 子弹只是 VSS 使用的最低配子弹，不过肉伤和穿透都还算是不错。上一世叶东最喜欢，也是他觉得最强的武器就是 VSS 了，当之无愧的神器。唯一的缺点就是贵。这一世的 VSS 依旧强势，而且拍卖行都少有见到。果然有一把 B 栋经理室钥匙，而且还有一把 C115钥匙，这样系统任务就完成大半了。叶东把盒子舔干净，有点小超重。准备去3楼看看棉花。叶东从侧楼梯慢慢走上3楼，顺便摸了摸2楼的运动包和3楼的衣服。叶东摸着镜步，小心翼翼地来到棉宝房外。叶东轻轻推开房门，隐约看到遍地的金属盒子的遗迹，但很明显，几乎都是没开过。既然你们都那么喜欢丢雷，那我也试试吧。叶东退到巨门更远的旁边，一颗进攻雷丢入。什么声音？女生。抱着对面不死也大残的心态，叶东抬着 VSS 半蹲着走了进去。遍地的金属盒旁，一个女人靠墙躺在地上。妹子，小哥哥，别打我，我一个人在这溜人很不容易的。上一世虽说玩暗区的也有女的，但叶东还真没见过。谁说女的不能玩暗区？而且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女朋友才是打游戏的最高配置。许多女生玩游戏都是为了陪男朋友。你还有队友吗？我没有。小哥哥，我是一个人单排的，你只要不打我，我加你好友，我们下把一起。没队友呀。原本叶东还想调个队友，然后一起杀了。算了，这人一看也挺肥的。叶东不断靠近那个妹子。你要干嘛？让我看看你是什么装备。这人一看就阴了不少人，装备肯定很不错。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叶东正要扣下扳机，旁边跑过来2人，看着就装备精良。兄弟别打，我们没拿枪。哥，救我！闭嘴！好家伙，还单排，这几个屌毛一看就是一个队的，这下麻烦了。兄弟，有话好好说，我们可以谈谈。谈什么？现在情况不是很妙，先拿个人指点点。兄弟，我们3个人，你一个人，打起来对我们双方都不利，不如你把他放了，我们也不打你。哦，你的意思是我打不过你们3个？虽然没把握，不过气势可不能输，而且手雷钱还没报销呢。你带头的大哥向他摆了摆手示意。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大哥是一把 VSS 一把法老还有5级甲在身，赢面确实不小，我们也是带着诚意来的。与其拼个你死我活，2败俱伤，不如化干戈为玉帛。只要大哥您肯放人，我这边有个瓷器，不知大哥感不感兴趣？这人眼光不错呀，游戏开服没1个星期武器装备就基本认全了。这种人才要是能收入麾下就好了。火拼确实没有100%的把握，但一个5万多的瓷器就把我打翻了。不行，得加钱。不行，得加钱。你不知这位大哥想要多少？果然，这个女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或者说她身上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我本来也无心要打，只是这位小弟好像有点不服气，看他这样子，看我很不爽啊。嘿，闭嘴！抱歉。小弟踉跄了下，来到叶东跟前。对不起。10W 科 NB， 我就当做慈善了。小弟又抬起头，正要讲话，就被自家老大打了个大耳光。不是。小弟沉默了，小弟彻底沉默了。你知道一个巴掌能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2个巴掌不愿意。那个小弟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说话的欲望。这位大哥真爽快，10万就10万。小弟是我没管教好，还望大哥海量。我们是神月战队的，我是神月战队副队长吴清。这位大哥装备这么好，不知大哥是哪个战队的大神？叶东没战队。哦，不知大神对我们战队感不感兴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副队长的职位。不必。对面心领神会，交了10W 科 NB 后，带着妹子走了。叶东也走了，走之前双方加了个好友。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没队友打个北山都费劲。酒店内似乎没有真人玩家了，叶东又随便刷了点基因就走了。叶东走的撤离点是水坝，而吴清他们却走的北村。叫你一个人乱跑，下次就等死吧你！嘻嘻，还好东西还在我身上，他好像还挺帅的。女人全然忘了自己是被谁炸到。为什么走这条路呀？水坝不是更近吗？去开开北村住宅，说不定有惊喜。什么惊喜能比上我的宝贝？女人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大物件，金狮雕像。据说市场价已经快破100万了，现在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拍卖行不知道能拍多少。你等下出去自己退出战队。我不是。
坠击山坡，一个男人一动不动趴在岩石旁，架着一把大狙，但瞄准境内却一片漆黑，只有3个人影发亮。神月水坝没老六，叶东成功撤离。这一波收获小40 W， 男团基因16，叶东开始创建战队。战队名叫什么好呢？就叫男团吧，简洁明了。这段时间，狼牙和 B203 他们也在伪装赚了不少的科恩币和第一，最重要的还是获得了一个山谷的雷达站钥匙。距离完成系统任务只差一个山谷的钥匙，叶东又去拍卖行看了看，有一个03重型战术头盔，直接15 W 拿下。男团基因达到第124了，其中有71个是农场获得的男团基因，53个为北部山区获得的男团基因。叶东先把农场的男团基因使用召唤了出来，男团基因减70。7阵光芒闪过，清一色的暗绿色军装小弟出现了。老大，7名小弟同时喊出，颇有一股震晓云霄之势。老样子，先看资质后取名。C 加到 C 减的就占了5个，还有一个 B 减，不过终于是出了一个 B 加。名称暂无，资质 B 加，综合战力64，战力成长3。注：战力成长为每经历一次战斗获胜后的最大综合战力增长。挺强的，就叫你阿强吧。是老大。其余6个叶东按 C116后的顺序排列下去，然后老样子让狼牙带去训练场训练。看到这些资质，叶东心里还是挺失望的。叶东又顺便看了下狼牙现在的数据。名称狼牙杰克逊，资质 B 加，综合战力79，战力成长3。都快突破80大关了吗？狼牙作为叶东的第2名小弟，参与了许多次战争，论资历和战功他都是最大的。现在许多新的小弟叶东也是交给他管，可以说狼牙已经成为了叶东的左膀右臂。叶东把所有小弟拉入男团战队，并给了狼牙一个副队长的职位。叶东又使用了北部山区获得的基因，男团基因减50。5阵光芒闪过，5个形态各异的小弟出现。老大，与农场基因召唤出来的小弟不同，5人清一色的海军蓝作战服，2个 C 加资质，2个 B 减资质，还有一个 A 减资质，平均资质明显比农场高了。终于来了吗？我的超级战士。名称暂无，资质2减，综合战力70，战力成长3.5。初始属性就达到了70之高，资质代表着上限也会更高。叶东顿时心情大好，想给这5人直接编队。清一色的海军蓝作战服，要不叫海豹突击队？不行不行，上一世漂亮国就有支特种部队叫海豹突击队，还是叫北山小队吧。名字的话和北有关。叶东想起前世自己最爱听的杰伦的其中一首歌《一路向北》。就叫你向北，尤文。是老大。北部山区男团小弟名称的后缀通常为尤文，所以取名向北尤文。其余的小弟也分配给向北，命名为 A201 尤文 A202， 然后叫向北他们去训练场找狼牙。叶东也习惯了当甩手掌柜，主要是太累了。叶东回到主客房，又用心灵感应叫狼牙有空了去摸摸大衣，或安排别的小弟摸一摸。叶东已经懒得摸了，躺床上直接就睡着了。夜尽天明，叶东醒来看了看资产，800 W 加。现在的小弟仍在训练、伪装、倒卖物品、休息。叶东要抓紧集齐整个农场的钥匙，才能让小弟们平时休息的活动空间变得更大。去看了看拍卖行，终于是出现了装卸区钥匙。叶东花了30 W 强势拿下。叶东又去看了看世界频道。山谷怎么那么多老六？好刀啦，睡3天管理处了，有人扶贫吗？荔枝，你让我拿什么荔枝？哈哈哈，刚刚山谷溜了个4头。高价收购马厩仓库钥匙，有的直接撕。农场封锁了，这个方法果然有用。很快就有人联系上了叶东，并愿意20 W 出售马厩仓库钥匙。虽说比正常价格贵了一些，但叶东也是直接拿下。终于，叶东集齐了9把农场钥匙。解锁地图农场并作为住所。地图名称农场可改，每日花费3 W， 每日大衣10次。地图介绍：农场位于马尔洛斯中部的平原，主要以农业生产设施为主。不久前，一支运输车队在这里遇袭，各方势力都派人来打探情报，十分混乱。基本功能：图内建筑可供玩家生存居住。叶东将名称改为男团之乡，刚改完就收到了吴青发来的消息。大神，一起组队吗？我们这边2人。叶东正愁没有队友，也先去查了查神月战队。在这个暗区中，每个战队的人数上限为1把。战队内定期会刷新战队任务，还有专属的战队商城。神月战队成员目前有80多人，
队员平均资产10188.5，这个数据目前来说还是算很不错的。而叶东的男团目前才19人。OK， 你们邀我。很快，来自吴青的组队邀请出现了，叶东加入队伍。队伍中除了叶东，就是吴青，还有他的妹妹。打什么？北山封锁。行。小哥哥好。叶东也在组队界面看到了吴青妹妹的名字吴越，但叶东直接忽视了，直接叫他老六就好了。很快，3人进入游戏。出生在水坝附近，叶东想去看看。水坝另一半可能有人，你们跟我走。你怎么知道？跟着大神就对了，他这一身装备给我1半资产，正常人没点本事不至于这么豪。对，死了也是，他亏得更多。3人来到水坝，你去旁边的凹槽里蹲着。叶东一边磕个止痛，一边对吴越说：“啊，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是老六啊，或者说可以让你多活久一点。那你喜欢老六吗？我恨老六。好吧，不过我可先说了，我这不是老六，我这叫智取。”吴越不情愿地翻入凹槽。对了，死之后是直接退出游戏，还是有观战视角的？啊，这你居然不知道？死后可选择进入队友视角或直接退出。哦，不好意思，没死过，所以问一下。我操，这就是大神吗？对了，我可以问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吗？秘密。怎么还没有人来？没刷人，还是没走这里？大神，你这么厉害，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肯定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者，本来就是主播，还有系统天赋的加持，不强才怪。别人的方法干嘛要告诉自己？大神这么厉害，是天赋吧？怎么不算呢？吴青也是蹲在一个箱子后面，只有叶东不断向前蹲走开进看去。很快，叶东的瞄准镜内出现了一来人了，倒2个，我丢雷，等下直接冲。OK。男团基因加4，叶东猛了，团灭了。叶东又封了几颗烟，来舔吧。啊，已经结束了，自己一枪都没开就结束了。哇，叶哥哥真厉害。这些人是3级炮，身上最值钱的就是一把 B203钥匙，叶东拿走，别的东西叶东都看不上，拿了几颗雷就不舔了。过了一会儿，兄妹2人也舔完了包。水坝撤离点还有几分钟就开了，要不我们直接这边先撤？时间还早，冲北山吧。啊，可是人家现在好肥的。别装了，你就舔了一些药和吃的喝的。去就去。酒店里确实挺危险的，我也不敢保证我们所有人都能活着出来。你先撤的话也不是不行。上一世我也常常死在酒店，只是现在的我想变强，变强就必须不断的挑战自己。如果今天自己死了，但是有学到东西，我觉得也是不亏的。这跟前世自己去电视台交学费倒是不一样的。当游戏成为生活，一切都将变得更残酷，唯有实力是真理。3人从水坝一路到水文观测站，又从水文观测站一路来到北山酒店。叶东半蹲着，在树后开着瞄准镜。男团基因加1。叶东和吴青把门外的几个鸡哥解决后，3人磕上止痛，沿着墙壁来到了 A 栋、B 栋之间的大门。这里的人机还有很多。你敢来这儿？你居然敢打我！男团基因加2。人机有点多，叶东断了条手臂。来，断臂虽然影响我炫保险的速度，但不影响我炫保险的热情。要求不高，一个茶壶就好。金宝雕像还行吧？有吴青2人在门口守着，叶东难得安全的做了下手术。OK 了，走吧，去3楼看看好。刚好开个2号休闲室。你也敢找我的麻烦？附近枪声不断，叶东和吴青1人在队伍最前面，1人在最后面，时刻警戒着。随后3人向 C 栋3楼摸去，3人来到主楼梯。叶东记得上一世这楼梯上也有个老6点位，叶东以防万一，先排个雷。没人，走。来到3楼，吴越直接开2号休闲室。胆子不小啊你！男团基因加1。叶东清了下人机，吴青去摸棉宝，吴越又去开了 C 栋2号储藏室。有响动，戒备！这熟悉的语音，楼下刷男团了，楼下打起来了，架楼梯口。打男团一定要有耐心，最好各个击破，千万不能直接莽，他们站位很密集。你就这点能耐？要上来了！叶东3人架着楼梯口，叶东又向楼梯口丢了颗雷，有手雷！起烟了，男团的正常操作。男团拥有自瞄和透视，烟对他们来说是百利无害的东西。男团的脚步越来越近，烟也越封越多，越封越密，浓烟持续扩散，架楼梯口行不通了。后撤，不着急。火力压制来了，在烟里。 3人直接开火。
有手雷！男团基因+3。开玩笑 ，VSS 用的7N12子弹，5级弹，就算是雷诺伊尔来了也得掂量掂量。不过封锁区男团的实力还是摆在那的，就一个照面，全身大红一黑了。叶东趴在桌后面打着药，让吴青和吴越帮忙架着。吴青懵了，说好的各个击破呢？你直接1穿3。吴青和吴越看到叶东1穿3，顿时也信心大增，准备冲锋。掉一个。3楼好像没脚步了。男团一般是5至6人，肯定还有人，小心点。2楼一直有一个脚步，我冲下去看看。别，可能是脚步发生器。脚步发生器，你就这么确定？连续且随机，我确定以及肯定。血的教血，我兄弟就是因为这个给弄死的。哈哈哈，那你兄弟肯定心态崩了。他心态崩不崩我不知道，但我心态是崩了。MD 那地方又黑了。叶东缠上绷带，开始做手术。我操！我倒了，后面他们绕到后面了。男团绕后从侧楼梯上来，是你自己送上门的。男团冲了上来，2个，叶东立马就认出了冲在前面的那个人是弗雷德，他正准备把吴青补掉。弗雷德！叶东的大喊让吴青2人懵了一下。千钧一发之际，吴越冲了上来，也把火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弗雷德，我知道你是被诬陷的，我可以帮你。弗雷德不为所动，仿佛叶东什么也没说一般。吴越把弗雷德旁边的小弟打倒了，但也被弗雷德的法老干翻了。男团基因+10。叶东感到不对，开启 VSS 把残血的弗雷德秒了，然后快速起身把吴青、吴越扶起。你刚才在干嘛？没什么，刚才是我的锅，作为补偿，物资你们先填。果然只是编出来的虚幻故事而已嘛，是我想多了。叶东陷入思绪之中，眼神呆滞。吴越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被吴青给压了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变强是个痛苦的过程，越是强大的人，越是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哦，那我们快舔吧。男团共搜出了5把法老，1把 M4，其中弗雷德的那把是几乎满配的法老。叶东，你看看这是什么？吴青在弗雷德的盒子里摸到了个金色的戒指，这个戒指和我们之前从保险里摸出来的钻戒之类的都不太一样。特殊信物，弗雷德的婚戒。哦，很值钱吗？1W 块左右，不怎么值钱，不过我挺想留作纪念的。行，那这个归你了。不管怎么说，今天你的功劳还是最大的。这把 M4，我觉得也更适合你。这把 M4 是半改的，在上一世也值个5W 左右，这一世这样的估计要10来万1把。还有这把满改法老，也肯定是属于你的。法老我仓库有，给你吧。有这样的好队友，试问这暗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暗区最暗的是人心，最亮的也是人心。过了几分钟，3人终于是舔完了男团的盒子，全是4级套和3级弹，赚翻了。跟着大神就是香呀。 3人又来到2楼，地上摆着3个玩家的金属盒。这3个倒霉蛋，一看就是之前给男团秒掉的。盒子既然都被看到了，不舔就不礼貌了，直接开选。叶东又去把 B203 给开了，出了一个金杯。爆率真的很高，你们刚摸到了啥？棉宝是一个芯片处理器，旁边的抽屉倒是出了一个山谷海滨别墅的车库钥匙。2号休闲室，一个金手镯，一个银片手链和游戏卡带。海滨别墅车库钥匙我刚好在收集，你方便卖吗？开得起。难得还有叶大神稀罕的东西，这把钥匙拍卖行正常拍约30万左右。既然大神想要，我就直接送了。没事，你这个朋友我交了，一口价吧，40大不了。反向砍价，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就是有钱人嘛。系统任务钥匙达人已完成，奖励血量上限增加5%。叶东现在只感觉全身一股暖流游过。系统，我要看看我的玩家信息：名称叶东，可改；头衔刚正模范；资产1112W 科 NB；天赋男团基因 L.2，综合战力87。小弟这么给力的吗？资产这么快就破1000万了？这个头衔是啥时候搞的？我怎么没印象？头衔刚正模范，信誉等级达到5后获得。信誉等级下降，头衔将会暂时禁用，作用每日获得1000科 NB。和前世的不能说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每日可获得1000科 NB。撤离点在欧特斯山脉，叶东3人也是一路杀鸡哥，最后成功撤离。行动结束，这一波叶东收获42W和12个男团基因。回到男团之乡，叶东看到在公路上负重跑的小弟们，领头的是阿强，
叶东背包也没放，也加入了跑步的行列。老大好。每天的训练累不累啊？不累不累，老大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理应好好训练，未来为老大开疆拓土，大杀四方。开疆拓土，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所有人莫名其妙的进入游戏世界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快，叶东和小弟们跑到了谷物交易站，全体解散，干饭。老大，有什么指示吗？没什么事，就到处看看。你们继续做你们的吧。这时，叶东忽然瞥到谷物交易站前面的破车上。对了，去看看那车能不能修，修好了记打工。老大，那个我们不会呀。不会，我会。谷物交易站里面有个小弟跑出来。老大，我会修，给我三天，我一定修好。哦，行，给你3天时间。没想到男团小弟也有口吃的。阿强，他这3天就不用安排别的事了。好的，老大。对了，你叫什么名字？B204，他们都叫我小结巴。行，以后就叫你小结巴了。需要什么工具，尽管去市场买，钱找狼牙拿。希望你3天后能给我个惊喜。不让老大失望。叶东也是回到了汽车旅馆。老大，您回来了。狼牙从厨房出来，显然也是刚干完饭。狼牙，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对了，老大，最近衣服摸的东西都挺普通的，唯一的好东西就一个这个。卧槽，海滨别墅主卧室，这是逼我打山谷的节奏了。心累啊，每打一局游戏都让我心力憔悴，扛着重枪这跑那跑，精神时刻紧绷，疼痛也是真实触感。活着出来还好说，死了直接BBQ了。5级套和5级弹的玩改 VSS， 够我心疼个大半月了。想到稀有装备，叶东又去拍卖行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卧槽，必拿下战神头！此次上架是游戏系统上架的，公告上写着全服第1件6级装备 IMD70 战术头盔6级头，世界频道。我操，原来最高不是5级头，还有6级头。哎，以后会不会有7级头、8级头？哇哇哇，6级头就是帅。有钱人的游戏看看就好，看完回我们的管理图，看看是哪个大佬能获得全服第1件6级头。肯定是我们南方战队拿下。吃瓜吃瓜。不用争了，我们财大战队是在必得。哈哈哈哈！楼上的你故意找茬是不是？公告一出，所有人对这次的拍卖都充满了期待，各大战队纷纷准备竞拍。老大，这6级头的魅力就这么大吗？等你穿上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安全感了。叶东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000万级，对此次的拍卖势在必得。现在万事俱备，就等开拍。叶东也吃了2罐牛肉罐头，喝了1瓶活力苹果汁。叶东再次打开拍卖行，刚好开始拍卖了。拍品 IMD70 战术头盔6级头，起拍价5W，注上不封顶。拍卖剩余时长1小时59分，整个拍卖持续2个小时。出价10万，卧槽，上来就直接翻倍。出价10万零100，出价16W，出价16万零100，出价18W，出价18万零100。CNM 来捣乱的吧你？出价本来就是各凭本事呀。那你出多少钱？我牛磺酸都多出1块钱。卧槽，打起来打起来！这场景有点熟悉啊。18W 0100，买我这个 ID。出价100W。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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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牛逼，怎么不说话了？因为没桌子先。叶东花了100W拿下战神头。倒不是战神头真值这个价，这更是一种实力的象征。男团战队也彻底火，被玩家们誉为最豪战队。叶东吩咐阿强，以后拍卖行出现5级及以上的头甲通通拿下。经过此次事件，以后拍卖应该就没人敢和自己开价了。叶东不仅自己要穿高级装备，他的小弟也要穿。说到小弟，叶东想起了光头。获得整个农场地图也有一段时间了，有些事开办了。叶东准备和狼牙把光头的盒子埋葬在墓地，两个前往别墅2楼，在那张熟悉的凳子上看到了光头的盒子。叶东吹了吹木头上的灰，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差不多有1个星期多了。于是两人搬起了光头的盒子，来到了墓地。墓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碑，位置都给占了。挖别人的墓感觉有点不太好。老大，我去叫小弟们拿铁铲挖一个新坑吧。不用了，我自己来。之前光头为了我做了那么多，我却不能为光头做些什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亲自送光头最后一程。叶东放下木盒，拿着铁铲在墓地找了一处空地，直接开挖。不一会儿，狼牙不知道从哪搬来了一块方形大石板，石板上半部有一面铮亮的。高约1米，宽约60厘米，厚约8厘米大小，正合适。主要是这石板上面铮亮的，和光头简直绝配。
坑已经挖好了，两人正要开工，天上忽然下起了小雨。下雨了，细雨蒙蒙，暗区难得是个阴天，下了小雨。叶东也是第一次在暗区见到雨。这雨是光头在回应。叶东索性直接躺在地上，一只手搭在木盒上，木盒渐渐被雨水浸湿，树枝既摇曳，凉风吹来，难得的秘境。随后，叶东和光头继续干起来。埋葬好后，叶东用匕首在墓碑前刻上字“光头杰克逊”。叶东又把刚买来的战神头放在碑前。之前没能保护好你，现在不一样了，在下面你有了战神头，你就是阎王。叶东还放了2包黄瓜味薯片，怕光头吃了口渴，还配了一瓶山泉水。我得去看别的小弟了，改天再来看你。狼牙，我走了。走了。老大，你身上也有古泥灰味了。叶东和狼牙回到旅馆。这么长时间了，我想看看小弟们的进步有多大。叶东在心中呼唤着小弟们，不一会，所有人就都来到了汽车旅馆院子。老大好。先安静一下，让我看看你们这段时间进步了多大。叶东先看了平均天赋最高的可山小队，特别是向北，拥有 A 减天赋的他会带给自己什么样的惊喜？名称：向北，尤文，资质2减，综合战力78，战力成长3.5。成长的这么快，只参与过伪装潜入的他，战力居然马上要超过狼牙了，不愧是 A 减天赋。对了，看看狼牙有没有破80大关。名称：狼牙杰克逊，资质 B+，综合战力79.5，战力成长3。79.5，好吧，战力越到后面越难升，这样想的话也能理解。叶东又看了看阿强的名称：阿强杰克逊，资质 B+，综合战力75，战力成长3。75还行。叶东又看了看其余的小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进步，原先50上下的战力基本都已经破60了。叶东也把目前的男团基因全部拿来召唤了。男团基因减110。11阵光芒四射，11个形态各异的小弟出现了。由于叶东的小弟越来越多，伪装潜入这个项目山谷地图也开始进行了。叶东正式编队，狼牙为1队队长，阿强为2队队长，向北为3队队长，刚好30人，刚好3小队。分配完后，叶东叫他们平时多去练练 G18C。队伍解散，叶东也回到了主客房。系统又传来了新的任务。系统任务：钥匙收藏家，钥匙收藏家集齐农场、山谷、北山3个地图的所有钥匙。注：当前拥有的钥匙均算在内，从现在起从拍卖行购买的不算。任务成功奖励：皮质护腿图纸。任务失败惩罚：随机失去5把钥匙。任务时间21天。终于来系统任务了吗？等了好久，集齐所有钥匙还不能买？开玩笑，就是前世的我也没有这3个地图的所有钥匙。目前自己只有农场的9把钥匙是齐全的，山谷只有雷达站，海滨别墅主卧室、海滨别墅车库，北山只有 B 栋经理室 C115 B203，少得可怜啊。不过难度越大，奖励也越大。这次的任务奖励也是十分诱人，皮质护腿图纸，那以后岂不是可以批量生产？难道之前吐槽系统的时候给他听到了？别看只能防护2次伤害，还减1速，那是只有1条护腿，如果有无数条，就直接起飞了。我放几条到背包里，用完了再换上。修腿大师看了都得落泪。任务失败了怎么办？失去5把钥匙再买回来不就得了？反正又不差钱。领取。叶东领取了系统任务，3支小队平日里继续伪装买卖东西训练，休息4点来回转。叶东也要继续游戏了。从拿到海滨别墅主卧室钥匙开始，山谷封锁就必须走起了。尽管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图，这次山谷带谁去呢？还是单排吧。冲冲冲！选择地图山谷，选择模式封锁区，代入要求3万，消耗8000科 NB， 进入游戏中。出生在滩头阵地，后方的前沿阵地、港口、雷达站都有可能刷人，这个位置久留一死，得赶紧转移。叶东磕上止痛，吸了口吸入器，准备直接冲海滨别墅，一边沿着掩体跑，一边防着山谷村庄方向的大军。提诺广播站那半刷的人应该也跟快会过来，不过叶东这边显然更快。你看看，那儿肯定有东西。叶东前脚刚到别墅，后脚就传来了男团的声音。多斯的别墅是真的豪华呀，和他相比，农场的别墅就是一小破楼。叶东来到别墅下的泳池旁，听到了男团的声音在里面，于是果断放弃车库的保险，立马从楼梯上楼，一路来到第一个棉宝房间，直接炫棉宝。东西还挺多，一个内存条和银片手链加3叠科 NB。不慌不慌，还有一个棉宝。
叶东继续向另一个棉堡跑去。是谁？给我出来！男团的声音再次响起，脚步也逐渐由远而近。叶东不慌不忙，越过空中花园，来到另一个棉堡处，直接开炫。一个电台加一个专用电路板。楼下传来了密集的脚步，男团的人数好像又更多了。叶东直接用钥匙打开主卧室，关上房门，准备摸电脑。给我把他找出来！今天你完蛋了！突然又来了一队玩家，和多斯带领男团干起来。十分密集的脚步和枪声蔓延至别墅的每一个角落，海滨别墅顿时犹如大年30般喜庆，处处充满新春气息。来吧，我的大金！卧槽，花瓶！叶东终于出大金了。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第一个大金居然还是我最不喜欢的地图出的。叶东连忙把花瓶放入背包。这个游戏世界为什么没有安全箱？小的们，给我冲！小雷！楼下封烟了，叶东只管打好状态，其他的与自己无关。肌肉针、耐力针、再生针，叶东扎完针，又喝一瓶水补充血。叶东发现居然有男团上场，哼，来的正好。这么多脚步！叶东听着密集的脚步，感觉至少有5个人。叶东立马抬起枪架住房门。脚步不断逼近，叶东只觉得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这场景怎么有点莫名的熟悉感？上一次出大金的时候，卧槽！别吧，别等下又猝死了，我真的会陷。都悠着点，附近有人，来了就别想走了。卧槽，还不冲我！叶东的手上全是汗 ，VSS 的握把也被汗水弄湿。敢离我这么近？不是多斯话这么多的吗？明明脚步都这么近了，却迟迟没有人冲进来。50发的弹匣打爆头线，一次性秒掉，4至5个问题应该不大。在这顶住，我去拉警报。去拉闸了，玩不起。叶东受不了了，续个止痛，直接打开房门。外面的男团开枪了，叶东试探了一下后，直接冲。男团精英+3，叶东冲出房门，直接秒掉近处的3个，立马又和较远的2个对起了枪。我去拉警报，掩护我！叶东立马又秒掉较远的2个，自己也全身大红，还黑了一只手臂。男团精英+2，这波体现了什么 ？VSS 5鸡蛋恐怖如斯。没有看到戴眼镜的多斯，叶东先回房间关上房门做个手术，打急救包。远处又传来了枪声，听起来像是喷子。又来了一个队。现在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压子弹，让他们先打。多斯还是比较好打的，前世甚至还有玩家直接到了多斯。多斯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开局一个5至6人的小队，拉闸后还有增援，而且可能会有2个副官。给我狠狠的打！我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卧槽，不会是 USA 吧？叶东一边压着子弹，一边听着枪声。叶东听着脚步，上来了2个人。由于叶东之前打完男团时直接回来打状态了，5个盒子全是没动过的，他们可能觉得已经打完了。叶东听到打开盒子的声音，门外2个小可爱在舔盒子，没有丝毫犹豫，叶东直接开门冲出。男团精英+2，这波直接连打带补，叶东又迅速回房间，把门关上，继续压子弹。叶东不确定死的那2个人中有没有那个 USA， 所以还是稳妥起见，以不变应万变。叶东压完子弹后，继续扎针，耐力注射剂、肌肉注射剂、再生注射剂，有点饥饿，又吃了包薯片。终于来了，停脚步就1个人。叶东收起薯片包装袋，拿出 VSS 下停。对面开始排点，叶东往后面挪了挪，门没打开。只要超过进攻雷的范围就 OK。雷什么你？我靠，这么多雷！虽然他自己的弹挂里也有1半都是雷。又过了一会儿，那人才上来，叶东又听到开盒子的声音，开门、开火，一模一样的操作，叶东做了3遍。男团精英+1，哇哇哇！满地的盒子，5个木盒，3铁盒。免费看全文，点击左下角下载番茄小说，搜索“小溪日记”4个字，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哦。叶东确实4下无人后，开始舔包，先从铁盒开始舔起。卧槽，满配 USS 12、山谷村庄钥匙、小型工厂钥匙、
海滨别墅车库钥匙，距离系统任务的完成又近了一大步。这人身上还有2个座钟和一个金手镯，另一个盒子是一把半改 H416。我操，暴殄天物 ！H416用的3级弹，怎么说也得用个 A 弹吧？既然他不懂得珍惜，我也只好含泪收下了。这些人8成是像吴清一样的高端玩家，不是一般的废。其中一个应该是舔了多斯的包，有一个手工制金币和一把黄金沙鹰。手工制金币，刻有图样的古金币，很多地方早已磨损。多斯每日握住它，感受自己亲手夺来的权与力。哇，好大的权，好大的脸，该改成我叶东的金币了。这下4大首领的信物就只差雷诺伊尔的徽章了。前线要塞作为隐藏地图，肯定不能用常规方法去寻找，会不会和机密文件有关？这个世界和前线要塞还有电视台一并消失的还有机密文件，市场上只有那几个大金，唯独看不到机密文件的影子。不禁又让叶东想起了上一世关于4大首领和机密文件的故事。算了，信铁包回家躺床上慢慢想想吧。还有这把黄金沙鹰，帅吗？太帅了！别管它威力大不大，帅就完事了。还好包够大，一般人还真的舔不下。花了3分钟，终于舔完了，直接完全超重。叶东针扎完了，拿起吸入器，先吸一口。叶东来到楼下，遍地是盒子，大多都被舔过了。叶东也就没当回事，直接走。撤离点在钢架桥，而剩余的时间已差不多了。叶东一路来到东部能源，超重是真的烦。叶东又吸了一口吸入器，叶东终于看到撤离点了。等等，叶东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开倍镜看了看。卧槽，4个金属盒子，还有一个人趴在旁边疯狂舔着包。老六，他地上的老六似乎没有注意到远处的叶东，还在快乐的舔盒子。这必须制裁啊！叶东瞄准好老六，准备在他舔完站起来后再击毙，让他也尝尝得而又失的被遛的感觉。剩余时间只剩2分半了，那名老六终于是舔完了，背着鼓鼓的弹挂和大包正站起身。男团基因+1，叶东跑向钢架桥，顺便看了看盒子，是有多少好东西让那个老六舔了半天才走。我操 ，PZ3 热成像瞄具和 SJ16，还带了个消音，达人无形，还好没遇到战队。这些人不是一般的肥，港口仓库钥匙、山谷村中办公室钥匙，还有一个集邮册，这把果然是他进去的。这个世界没有安全箱和钥匙链，真的给叶东带来了不少的好东西。剩余时间还有1分钟，叶东来不及多摸，把包里所有的紫色物品和药品全丢了，拿上 SJ16 和钥匙，赶紧撤离。撤离成功，这把直接赚了98万，9个男团基因。叶东看了看资产，科恩币已经有1228万了。别看叶东小弟多赚钱快，花的也快，每个小弟都是按4级套、高级枪、4级弹来安排的，按电视台人机的标准来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恶心也很真实的地方，就是训练场用的子弹打出去就直接打出去。上一世玩家们在训练场练枪是不会消耗子弹的，从训练场出来后原先的子弹不变。而这一世的暗区世界更真实更硬核，每天小弟们的训练都是在发射叶东的科恩币，叶东还教他们练举 18C， 还打的打牡丹，更是烧钱。叶东回到男团之乡，开始把玩这把狙。好枪要配好子弹，先去拍卖行弄最好的子弹来。点338口径的 AP6 级弹，叶东拍了40发，花了60万。据叶东拍了这么久的子弹发现，拍卖行的高级子弹的价钱差不多是上一世市场买来的 1.5 倍。免费看全文，点击左下角下载番茄小说，搜索“小七日记”4个字，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哦。农场本身不怎么适合打狙，叶东准备解锁另外2个地图后再试试。这时狼牙走了进来，老大，我们又找到新的钥匙了，山谷的林中小屋钥匙和房车营地木屋钥匙，其他重复的钥匙都直接放仓库了。干得不错。这时阿强向北也走进来了，老大，最近拍卖行又拍到了3套5级套和一些高级装备。继续保持，有高级装备直接拿下。老大，我们距 18C 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不错，练好的去买几把莫辛纳甘练练狙。OK。叶东又顺便看了狼牙3人的战力，狼牙还是 79.5， 阿强 79， 向北 79.5。好家伙，系统，我的战力目前是多少？宿主目前战力为88。这样，叶东又花了好长时间整理完剩下的物资，身心疲惫，躺在主客房的大床上直接睡着。夜尽天明，叶东伸了伸懒腰，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叶东这段时间去开农场的主客房，打了几把农场封锁，最赚的一把出了一个茶壶，之后就继续打北山封锁和山谷封锁，偶尔和吴清他们组队，把成功撤离，日复一日，
叶东也在暗区中逐渐出名，被玩家们称为暗区最不想遇到的不败神话。很快，2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叶东这段时间在北山获得了 A207 钥匙、A 栋接待室钥匙、C 栋2号储藏室钥匙，在山谷获得了海滨别墅储藏间钥匙。叶东已经把山谷的钥匙全集齐了。解锁地图山谷，地图名称：山谷可改，每日花费4万，每日大衣12次。地图介绍：卡莫纳东部地区的海滨地带，在3面高山的环绕下，一座幽静的山谷坐落在这里。这里曾经商业旅行繁荣的地方，但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虽然战火摧毁了这里的风景，但依然有人在这里顽强生活。基本功能：图内建筑可供玩家生存居住。叶东现在就差几把北山的钥匙了，距离任务结束时间还有7天时间。叶东把地图名称改为蓝团之谷。由于地图是相连的，叶东让阿强和向北带领小弟们集结，准备向东南方向出发前往山谷。小结巴也修好了大货车，叶东让狼牙在农场守着，和阿强向北上车，正式前往山谷。游戏传来公告，先锋战队赛即将开始，所有玩家均可报名。战队赛。先锋战队赛规则介绍：一、所有玩家均可报名，出战成员组成4人小队，同一个战队的玩家可分为多个小队进行参赛。2、战队赛内不影响物资变化，即战后胜利不会获得新的物资，战后失败原先物资也不变。3、战队赛采取缩圈制，圈外会持续刷毒，在毒圈内的玩家会持续扣血，地图内无撤离点，活到最后的队伍获胜。4、所有报名的小队随机进行匹配，一局6个小队，最终只能有一个队伍获胜，死亡的队伍直接淘汰，淘汰后失去继续参与资格。5、奖励： 1、拿过第1名获胜的小队，所有成员均可获得1个雄狮礼盒，可重复领取。2、拿过3次第1名的小队，所有成员可获得 M 色一卷装包。3、获得最终胜利的小队可获得任意地图钥匙，自选礼包成1。缩圈制，吃鸡有点意思。世界频道，好，不会掉装备，老子直接5套，再带1把 VSS， 直接化身无畏战士，乱杀。你那叫无畏战士，你那叫超重战士欠修脚。缩圈制还是不太懂，持续扣血，扣得多吗？完了就知道了，反正大家都不懂。玩个屁，都破产了玩锤子。系统，我的小弟在战队赛会真正死亡吗？不会，战队赛本质上不属于战术行动。Nice。叶东直接回到农场，呼唤狼牙、阿强、向北，组建4人小队参与报名。就在叶东想着带什么装备比较好的时候，点击左下角下载繁体小说，免费看全文，搜索“小七日记”4个字，弹出来的第1个就是哦。拍卖行又开始了，而且是6级甲。全服第1件6级甲 BT201 全护甲防弹衣，防弹级别6，移动速度减 15%， 人机功效减10%。防护区域：胸部、肩部、上腹部、下腹部。装备介绍：为了应对战场上的极端情况，国际装备研发了这款 BT201 全护甲防弹衣。该防弹衣运用了最先进的铝材料，覆盖了躯干大部分面积，因造价极其昂贵且沉重不易于行动，所以只有少量投入战场，起拍价10万。叶东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出价。出价100W。卧槽，我们直接都不用拍了，10倍的价格，牛磺酸都没涨这么快。散了吧，拍卖已经结束了。叶东成功以100W 的价格拿下6级甲，到现在暗区世界里仍然没有出现过6级的装备。既然要拿第1，那必须去找找光头了。叶东来到墓地，打起被光头附魔后的战神头。叶东换下了自己身上的5级头。光头啊，这个5级头也跟了我很久了，以后就让他陪着你吧。目前全服唯一的一件6套在叶东的身上。这次的先锋战队赛，叶东势在必得。狼牙、阿强、向北全员5级套。狼牙，这把满改法老给你。谢谢老大。阿强，希望你能稳中求进，这把 M4要好好发挥。阿强定不让老大失望。向北，一个优秀的队伍不能少了狙击手。叶东只给自己配了一把莫星，另外所有人都携带了一把 G18C， 有备无患。很快报名截止了，游戏公屏展示了所有的参赛队伍，共1296支队伍，一局比赛6支队伍参赛。因为先锋战队赛不会亏损装备的原因，几乎所有参赛者都是4级套，但是高级武器却还是少有的。很快，先锋战队赛正式开始了，叶东和3小弟进入了战队赛。地图北部山区地图加载中。
叶东和小弟们出生在欧特斯山脉，安全圈的圆心在北山酒店和污水处理厂之间，整个圆涵盖了北部山区东半部的地图。停车场和西南林区大概率都会刷人，现在进圈大概率会撞上。老大，这个圈这么大，好像也就那样的。看到地图右下角的倒计时了吗？时间一到，会在原先的圈内再刷一个更小的圈，同时安全圈外的毒也会加剧，而且地图周围已经有蓝色的光圈在慢慢靠近了，这就是毒圈。身处毒圈会持续掉血，你们要带够了吗？好，第一把先稳一点，我们抗毒吃鸡。吃鸡？鸡在哪？你别笑。吃鸡就是拿第一的意思，而且我们带的全是 STO 急救套装，抗毒这方面我们不会输。射击游戏的风险是很大的，意外也很多，几乎没人敢100%保证自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唯有苟着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不怕老遛狗，就怕一群老遛狗，还是基础装备上不是最好的老六。四人聚在欧特斯山脉处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边，叶东给他们讲起前世自己在电视台交学费的故事。卧槽，人机都4套和4级子弹，这玩个锤子呀！机遇和风险并存吧，反正多死几次就会打了。电视台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地图的左上角显示着剩余的人数，一开始是36人，现在只剩20人了。毒也是早就来到了叶东这里，不过比较轻微，这点疼痛四人早已习惯。叶东四人有说有笑的打着药，很快第一个毒圈已经缩完了，在圈内又出现了一个更小的圈，圈只涵盖了北山酒店、污水处理厂的一半和坠机山坡，南村也只有一半。叶东一行人开始慢慢的向圈内走去，现在他们离圈最远，是全地图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毒也变得更痛。叶东从4分钟打一次药变为2分钟多打一次药。暗区突围重磅福利活动，点击左下角下载拼多多，参与活动免费获得暗区游戏礼包，库存5000件，每天更新，快来参与吧。与此同时，西南林区坡边的草地上，一名玩家正趴在地上打着药，他的队友全嘎了。哎呦，早知道这毒材这点伤害就多带点药了，冲那么快不死也得大残。卧槽，感觉怎么样？这热成像果然厉害，就是用完有点亮眼睛，消音居真的杀人于无形。现在进圈了，已经只剩下14个人了。不急，再等等吧，反正还够，剩余的人数比想象的还要多，不算我们4个，还有10个人。本来地图就不大，这么小的一个圈怎么会剩这么多人？难道是不会这么巧吧？4人来到刚刚信热的盒子边，快乐的舔了起来。之后几人依旧在圈外徘徊，时间1分1秒的过去，直到刷到了最后一个圈。此时场上居然还有11个人。最后一个圈刷在废旧棚屋，叶东4人则是绕到了坠机山坡上，这里可以很好的打正要进废旧棚屋的人。4人脱下背包，打好状态，正准备战斗，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7个大汉同时从酒店出来，跑向废旧棚屋。非法组队，好家伙，原先应该是8个人，不过战斗过程中死了一个，所以现在是7个人。现在是4打7了，叶东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在暗处可以搞偷袭，但是没偷掉的话，暴露位置后就会面临不好进圈一挨打的局面。与此同时，那7名玩家也很努力。这圈就这么大了，人去哪里了？有人打着状态，有人丢雷牌点。叶东和向北架着狙，在想着杀你分怎么划算。毒已经越来越痛，现在最迟每20秒就要打一次药。等等，我们的狙是带消音的，这段距离他们应该听不到。唯一可以让他们辨认我们方向的，只有被狙的人走这个方向。狼牙、阿强，别带我摸过去。是。倒一个，倒2个。卧槽，哪里打的？外挂，卧槽，快封烟！废旧棚屋起烟了，此时的毒也让叶东他们不得不前进。又倒一个，现在4打4，烽烟铺路直接冲。叶东拿起了满改 VSS， 向北也把狙之类的重物全丢了，直接一把 G18C 开始丢烟。为了分散对面的注意，还往旁边也丢了几颗。狼牙和向北也绕到旁边了，一把法老，一把 M4， 直接突突。倒一个。卧槽，我倒了。小心点，那把 USA， 尽量拉开距离。我干掉一个。我也倒了，对面也是法老。修掉一个，他是那个 USA。卧槽，G18C 修脚的快了。同时，对面也猛了，打死自己的居然是一把手枪。叶东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人，听声辨位后，一波闪身枪将其带走。亮光闪过，毒消失了。叶东的4人战队成功获得第1名。稍后4人传送回男团之乡，领取了第1名的奖励——雄狮礼盒。这雄狮礼盒还和上一世不一样，里面居然是高级枪械和5级的装备，随机抽取其一。
在一处山谷的临海一边，一栋大别墅屹立在此，泳池、花坛、停机坪，别墅四处都站着3辆守卫，紧接着四周，在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戴着圆框墨镜的短发成年男子，一个小男孩屁颠屁颠地向着儿子跑去。爸爸，快看！怎么了，阿里？快把鼻涕擦擦。爸爸，你看！小男孩用左手把肥皂一挤，滑落至右手，又用右手把肥皂滑向左手，循环反复，玩得不亦乐乎。免费看全文，点击左下角下载番茄小说，搜索“小新日记”4个字，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哦。阿里，权与力是要靠自己夺来的，这个世界很残酷。等你再大1岁，我要给你进行魔鬼训练。这时，一名风韵犹存的女性走了过来，修长的身形，完美的线条。男人看到她后，也立马站起了身。多斯，早点回来。过2天就回来。老大，飞机已经备好了。阿诺德斯，前段时间多亏你了，这段时间你多休息休息，已经不再是从前了。现在整个山谷都是我们的。阿诺不敢怠慢，必用身躯守卫家园。遇到紧急情况就拉闸，附近的小队会及时赶到。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内，一个巨大的显示屏上展示着一张地图，地图被一大段横向的山脉所分割为南北2部分，南部的左侧是一片山区，中间是大片的农田，右侧是一片山谷，北部的建筑则更为密集。显示屏面前坐着一个神秘男人，男人的旁边站着一名对他毕恭毕敬的西装男子。老大，已经确定就是这。神秘男子挥了挥右手。是。西装男心领神会，立马退出了房间。太阳高照，放出耀眼的白光，大片的麦田，麦穗饱满金黄，微风吹起，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旁边的公路上，一个商人把货车慢慢停下，从货车上下来。乔木汽车旅馆2楼的窗户被打开，探出了半个脑袋。货商吗？从后面走。好，谢了。商人从后院的小门走了进去。后院有一栋小木屋和一排楼梯，直通旅馆的2楼。商人从楼梯走上去，路过几间客房，又从一边的楼梯走下来。商人来到1楼，径直的躺坐在餐桌旁边沙发上。老板，你们这怎么连个门都没有啊？哎呦，你有所不知，现在农场这块啊，属于中立地区，没有划分任何势力范围，说白了就是没人管，乱得很。嗨，要我说啊，你还是早点走，他们早晚会打到这来的。对了，你这儿还有酒吗？哼，要跑早跑了，他们当时全跑了，就我和老伴留在这里。我从小就在这长大，现在人也老了，哪也不想去了。没有酒，只有牛磺酸和红牛。牛磺酸和红牛，嘿，真牛！商人接过饮料后开始畅饮。是800克 ND 吧？我付你1000。不用。老头话没说完，就听到了老伴的声音：“老头，老头，快出来看啊！”老头店主连忙跑了出来，商人因为好奇也跟了出去。看天上，看天上！3人在院子里抬着头望着天空，一个小圆点在不断的放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啥玩意儿啊？这是！卧槽！上空的导弹不断下坠，最终爆炸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位置，旁边的麦田。那个方向，卧槽，老子车还在呢！商人在反应过来后，连忙向南麦田跑去。商人一路猛跑来到南麦田处，南麦田旁边的土地被炸了一个大圆坑，还冒着滚滚浓烟。同样，商人的车也给炸废了，全坏了，全完了。为了买这部货车，花了大半辈子心血，现在说没就没了。南部封锁线那条公路上来了一群身穿暗绿色军装的部队，商人来不及伤感，连忙向反方向跑去。车没了还可以买，命没了阎王可不赔。报告老大，2点钟方向有只老鼠。1只老鼠，那交给你了。这么大的桥你都能诈骗，我要你有什么用？老大，我罢了，这偌大的农场还怕找不到火药？走，先从这栋旅馆开始。一行人冲入旅馆。免费看全文，点击左下角下载番茄小说，搜索“小新日记”4个字，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哦。有人，有人！1队找掩体，2队包抄，注意警戒。密集的脚步声在旅馆响起，主客房内，老头和老太婆正躺在床上，相互依偎。这一天还是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嘘，别说话。2人相继睡去，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唯一违和的只有床头柜上的那瓶白药。与此同时，商人也在拼命逃亡之中。那名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士兵正在追杀他，2人一追一赶，一路跑到北麦田旁边的树林里。你逃不掉了，站着不许动。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 M67 破片手榴弹，商人躲在树后，小心翼翼等待着时机，而士兵却找到角度开枪了。卧槽！商人被打倒在树下，剧烈的疼痛感充斥着整个大脑。
就这点本事？那名士兵以为商人已经死了，便赶快回去复命。殊不知，商人只是双腿断了，胸口流血，还存有一口气。商人靠在树下，拔出拉火环，准备用尽自己全身最大的力气往跑掉的士兵那边丢去。我一直十分讨厌战争，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杀过人，但是我的力量是何其的微弱，我什么也改变不了。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卧槽！士兵被炸倒了，没死，不过也快了。商人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拿出了裤子口袋里一直放着的小玩意。这是托林镇铁匠打造的，儿子从小就想成为一名牛仔，今天是儿子的12岁生日，本想给儿子一个惊喜。叶东打开礼盒，一个 FI 突击战术头盔，又准备打开 M4 全装包时，阿强传来了好消息。老大，这段时间又集齐了第202钥匙、北村住宅钥匙、救生艇钥匙。果然人多力量大，任务剩余时间不多了，看来得用人海战术了。叶东来到汽车旅馆的院子，召唤。老大，26名形态各异的小弟出现了。叶东在人群的末端发现了一个 A 减天赋，你就叫猎鹰德斯吧。你不仅要干掉那些巨仔，甚至还要超越他们，成为更强的巨神。将小弟们分配好后，叶东又看了看资产1674万。向北和猎鹰的天赋等级相同，但究竟谁更适合打击呢？那把热成像 SJ16 可就只有一把，不如让他们打一场，就知道谁更适合了。叶东将猎鹰和向北叫来了，讲明了规则。这时游戏公告再次传来：先锋战队赛第1轮结束，本轮共有216名队伍晋级。接下来的第2轮将采取同样的残酷机制，一共只能有36名队伍晋级。第2轮战队赛即将开始。大堂中，一个男人靠在沙发上点着香，一名士兵走了过来。弗雷德长官，这是您的新任务。这么快就有新任务？总部那边是没人了吗？过了一会儿，弗雷德吐出最后一口香，才接过了那封信件。士兵默不作声地退下。北山。彼时，一辆运输车来到了北山酒店的门口。老大，我们到了，全体下车。所有士兵下车后成队形排开，派出2个小分队先行排查。是，1队、2队跟我来。提斯带领2小分队从 B 栋摸入北山酒店。酒店大楼里传来了零星的枪声。拉斐尔在，带2个分队去 A 栋、B 栋排查。是，3队、4队和我走。拉斐尔迅速带着2队人马进入 A 栋，另一队进入 D 栋，剩下的所有人跟我前往 C 栋。弗雷德带领的部队排查着整个北山酒店，一个躲在厕所游荡者被打死，留2个人警戒，剩下的跟我上楼。弗雷德熟练地往楼上丢了颗雷，留4个人在2楼，其余的跟我上3楼。弗雷德来到 C 栋3楼，也是他这次秘密任务的目的地。其余的小弟在四处站着岗。弗雷德来到一个大型武器箱旁。之前的文件里说，北部山区的酒店中 C 栋3楼的大型武器箱里有重要的战略物资，必须要我亲自检阅并护送回本部。究竟是什么重要的战略物资，要我亲自检阅并护送？弗雷德打开大型武器箱，一排排热成像模块将整个大型武器箱填满。卧槽！弗雷德拿起一个热成像瞄具放在眼前，看了看四周，忽然看到一个小房间里的一个主机里面有发亮的东西。来到小房间，打开发亮的主机，里面弹出了一样东西，是一把钥匙。这部主机并没有坏，相反，里面还在不断的运作着，应该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弗雷德立马来到3楼的几个需要钥匙的房间，一个个试了起来，终于让他是对了，是休闲室包间。与此同时，叶东和小弟们也准备开始第2局的比赛了。4人戴上 SH4 型防毒面罩，单挂背包，放满催泪弹和雷，直接化身毒气战士。此时游戏传来公告：先锋战队赛第2轮开始，进入战队赛匹配中。地图农场，地图加载中。叶东和小弟们出生在谷物交易站内，第1个圈也是出现了，刚好在另一半，涵盖了汽车旅馆、马厩、南北麦田。叶东带领小弟们躲在谷物旁边的角落，有一队一直在丢雷牌点，但就是没炸到叶东那边。农场地图小，打得也更激烈。很快，剩余人数由24人一下降到了18人。叶东4人边打药边走，来到了旅馆旁边的那条公路上。老六，草里边趴着一个。叶东通过 SJ16 热成像看到个发亮的身形，叶东直接把老六秒了。4人开始丢雷排催，叶东4人从地下室进去，开始放毒。卧槽，这感觉真替艾翁爽。叶东又丢了几颗雷牌点，狼牙打开一扇门，
发现了2个金属盒。好家伙，老大牛逼！毒圈刚好刷在了汽车旅馆，剩余人数10人，4人从地下室上到旅馆1楼，疯狂丢催泪弹。此时202房间内的4名玩家，我操，什么鬼东西啊！妈的，是毒气弹！我操，我没戴防毒面罩，搞得好像我们带了似的。快用吸入器！我操，我吸入器就剩最后2次了。不慌不慌，先打状态，打完状态直接冲。此时的2楼走廊，毒气萦绕，狼牙若无其事的舔包。202内的玩家听到开合声，立马开门，正要冲出，一颗雷刚好灌入房门，有2个反应快跳窗跑。妈的，中计了，有意思，等下跟着我。2人吸完最后一口吸入器，从旁边的楼梯直接冲了上去。根据我的判断，脚步就在厨房里。你开门，我丢雷，炸完后直接冲。队长捏雷，跟班把门打开，雷丢入，门关上，一气呵成。冲冲冲！队长打开门，自信的来了一波跳枪。卧槽，脚不发生气。不愧是老大，36级，技技杀人诛心。没什么，这也是阿贾克斯教我的。剩余人数还剩5人，毒圈继续变小，只涵盖了汽车旅馆前的院子。4人继续丢着催泪弹。叶东拿出了 SG16，用热成像找最后一个。找到了，在圈外洞桥的梁柱边。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和他队友全带药，然后他队友不打药，把药全给他一个人用？不排除这种可能，一个人吃4个人的药，这人是真的高。丢雷的话，距离有点不够，除非我能跑圈外去。行，你边打药边往他那边走，走近了丢雷。不过他可能会探出头来打你，只要他探头了，他就死了。说干就干，向北边打药，边往圈外慢慢走去。叶东则架着那只手，随时准备射击。忽然，梁柱飞出一样东西，叶东下意识的直接扣住了扳机。头盔。在叶东换弹的间隙，那名老六忽然探头开火，秒掉向北，又迅速丢出烟雾弹。卧槽，你是真的高！烟雾弹越丢越多，梁柱四周浓烟四起。叶东不屑一笑，人枪合一，继续扣动了扳机，亮光闪过，毒消失了。叶东4人再次获得了第一，4人被传送回男团之乡。此时，游戏传来公告：本次第2轮战队赛已结束，此次获胜的共有36支队伍，让我们恭喜牛磺酸小分队、特工穿山甲队、神月小队、男团战队。叶东看了看世界频道，吴青他们居然也晋级了。老大，你是不是看不起他们呀？哪有什么看不起，是这比赛真的太残酷了，任何一支队伍能连胜2局真的不容易。确实，我们也差点就呆了，还好有热成像。今天大家都累了，要好好休息。今后我们还要更加努力的训练，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这时，猎鹰走进来，老大，我这儿有个战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说来听听。猎鹰坐下，和4人分享了起来。与此同时，在一处山谷的林海一边，炮火连天，乌烟四起，一栋大别墅正饱受着战火摧残。别墅遍地横尸，有男人的，有女人的，甚至是小孩的。哈哈哈哈哈哈！一群土匪还妄想着和我们正规军作战，自不量力。从我们占据了房车营地开始，这片山谷就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此时，别墅后院的一处角落里，天，老大不在，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些正规军。阿诺，老大不在，我们都听你的。之前拉扎回援的部队也被偷袭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术水平远在我们之上，老大的妻儿都死了，我们也没有脸面再活下去了。等老大会回来帮我们报仇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以死谢罪，就算是死，也要让那些畜生不好过。我们只剩几个人了，要怎么做呢？打游击、弄伏击、搞偷袭、当老六。我的命就是老大给的，能为老大而死，是我的公幸，也是我的荣幸。当年我的家乡饱受摧残，我快倒在战火之下，是老大扶了我一把。当时我就发誓，这辈子我只认他。外面的轰炸声渐渐变得零散，几人就这么蹲在别墅后院的角落，静静等待着敌人的到来。我在这看着，你去那边看看。敌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阿诺躲在角落干掉敌人。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换上他的衣服。那里有动静，走，我们去看看。嘘，在草丛里边的角落里，不急，等他出来再打。很快，草丛传来了动静，出来了一个棕色军装的男人。啊，我这边小解一下。切，赶快搜，再发现有偷懒的，一律军法处置。是。奇怪，这人怎么有点眼生？那名小分队队长边走边思索着，脚边突然滚过来一个死人。怎么回事？可能还有一些老鼠吧。
一个密闭的大房间内，他们的人已经到北山了。是的，那军械库我们就不停让了。可是军械库的大部分地区之前已经排查过了，可以说这地方已经废了一半。废的正好，那就让他去。您是说？反正也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是，属下这就去办。西装男潜居一弓后退出了房间。雷诺伊尔，这是这次的任务。雷诺伊尔接过文件，又不是在战场上，头盔干嘛不摘了？你管我？雷诺伊尔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哼，一枚棋子。来了就别想走了。我和你无冤无仇。对呀，无冤无仇，你还打我？你居然敢打我！这都是什么话？我们也没开枪呀。狼牙站起身来一看，卧槽，这么多，7、8个鸡哥，炸死2个，全往我们这边跑了。你们看另一边。卧槽，那边还有5、6个，看样子也是冲我们来的。这么多人，果然没点本事，不要乱闯。不慌，鸡哥都比较好打，只要子弹够用。他要是一直刷，就算我们能打，子弹也不一定够用。现在整个海滨别墅没多少声了，玩家们不是死了就是撤了，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鸡哥往我们这来。那现在是杀出去。叶东续上止痛药，开始扎针。他们过来了，倒3个，倒5个，直接冲！卧槽，鸡哥捏顺爆！你说什么？大家耳聋啊！鸡哥会捏顺爆。狼牙迅速往旁边撤，此时又一颗雷飞了过来。卧槽，我倒了！不慌，我冲，你们扶。开玩笑，老子6套，你能秒我？卧槽，我倒了！保护老大！狼牙刚被扶起来，要也不打，迅速开枪打向远处一个在瞄着叶东的超精英 AR， 不过双手全黑就打中了2枪，法老直接飘天上去。你先打药。向北迅速跑到叶东身旁，帮忙吸引旁边的火力。叶东回想起刚才的2个座钟，幸好是没捡。阿强也跑了过来，叶东被扶了起来，有2个小弟在旁边看护，赶紧打着药。卧槽，这就是鬼门关吗？我这也算是新体验了。圈又刷了，又刷在正上方。卧槽，热毒也加剧了。附近的超精英 AR 终于是被清完了，防止再刷。叶东4人要赶紧进圈，但4人的状态很差，打药和压子弹的时间都不够，剩余人数也只剩13人了。这圈我真的吐了，哪里最远刷哪里。止痛先续，边走边打急救包，打完急救包再压子弹，手术后面再做。 4人来到山谷村庄，此时只有小型工厂和补给营地的村民。我死了，有大狙。 3人赶紧找旁边的房屋作为掩体躲的。是 AR30，受不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往圈外打狙？怎么说也是往圈内打吧。往哪打是别人的自由。再说打狙，怎么说也是山谷的特色，在这个地方委屈挺正常的。我们现在太被动了，过一下超精英家又来找我们了。根据现在圈的位置和山谷的地形，可以判断他应该在补给营地上。现在绕到房屋后去和他对狙，我们没有优势。相反，等超精英 AI 来了，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那我们要怎么办？沿着房子后面这条路这边往后走，这里是他的视野盲区，他打不到。可这样我们不就离圈更远了吗？没办法，我们现在也只能从另一边绕进圈了。这条路一路绕到房车营地，再绕到小型工厂。希望最后的圈刷在小型工厂，别刷在补给营地吧。是谁？给我出来！又有人找事儿来了。叶东干掉2名超精英 AI 后，吸了口吸入器。来不及了，我们得快点。 3人往后绕了一会儿后，迅速跑向房车营地。你就这点能耐？受不了，又黑了一只手。在圈外隔一段时间就要打药，根本跑不快。不慌，我们马上就要赢了。你们看剩余人数。剩余人数由13人降到了6人。卧槽，只剩6个人了。太好了，不管那3个人是不是一个队的，我们人数上都不占劣势。 3人迅速越过房车营地，马上跑到小型工厂了。这个时候刚好刷圈了。 Nice， 刷在小型工厂了。最后一个圈很小，刚好不偏不倚的刷在了小型工厂。小型工厂好像没人，不可能，肯定在地下室。那我们直接冲地下室？不，我们先等一个老朋友。哦，对哦，他可能还没进圈。阿强，这波看好了，看我们怎么帮你报仇了。圈是刚刷的，刚才补给营地的那个狙仔现在才开始进圈，你躲起来夹着圈边，他没希望了。叶东拿出 SG16，向北也拿出来莫星。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队友，万一是3个人，我们也有可能会被反打。那我们丢包子，毒圈的毒增强，他们进工厂大概率会直接从正门进来，毕竟其他的入口还要绕一大圈。
我们可以安静的做一个西瓜投手。好家伙，真有你的，我觉得可以。那行，雷还剩这么多，不丢可惜了。三人进入短暂的等待。那人十分谨慎，在靠近正门前还丢了3、4颗雷牌点，最后又丢了几颗。老大，那我们还丢吗？这个人很谨慎。我用热成像看了看，眼里没人。这几颗雷只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他应该是决定从旁边绕一大圈，从另一边进来。从哪进来都一样，人工轰炸区，他躲不掉的。那就对准另一个入口，西瓜投手准备就绪。一些细微的脚步声传来，我听到佳音了。来了，你也顺吧。好像死了，我去看看。再丢几颗，死套一点。向北卡着视线往旁边走了走，看到了入口旁边的一个新的金属盒子，死透了。还有2人应该在地下室迎着，这圈也快刷了。与此同时，在小型工厂的地下室内，直接上吧，突突就完事了。他们不管从哪个路口下来都是死，这地方我可太熟了。好不容易主场作战，干嘛要出去刚？哼，别说是头上这3个，就算是那个全服第1的叶东，我都敢杀。老子刚才1穿4了，今天来感觉了，精彩回放肯定要更加精彩些。偷屁股的1穿4也叫1穿4，没有我，你第1轮就嘎了。哼，你就看我如何拿下他们的吧。拿着法老的玩家扎完针，走向楼梯口准备开干。喂，你去哪？我是队长。已经不是了，等我再次1穿3，一战1成名后，老子自立门户。卧槽，怎么摊上这么可爱的队友？小可爱。与此同时，叶东3人也听到一边的楼梯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丢雷。他耳鸣了，直接冲。不急，他之前漏了脚步，就说明他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对付这种敌人很简单，一动不动，让他着急就行。他急了自然会冲。我们往后退些，防止他丢雷炸头。狼牙，你去看另一个楼梯口。向北则是在远处架着这个楼梯口，叶东则是在中间一直走动，还丢了个脚步发生器，不断漏脚步迷惑对手。在中间，在正门，在集装箱后面。此时毒也刷来了，最后一个圈也没了。叶东3人之前就分配好了药，他身上还有一些药是向北和狼牙的，为的就是最后僵持的时候可以抗毒吃鸡。那名法老玩家终于坐不住了，封了几颗烟冲了上来。叶东拿着 SJ16秒。没死，卧槽，打着枪上了，他用枪挡住了，什么国宝？死了，卧槽，死了，我也死了。我这边这个人，他刚才一直不冲，又一直假装要冲，弄得我不敢打药，然后我快毒死了，就趁我刚好在打药的间隙的时候冲上来。这么聪明，阿布这么恶心。叶东直接放下背包和 SJ16，打起 VSS 准备迎战。我操！还好这颗雷是往脚步发生器那边丢的，叶东只是被余波炸红了。几辆车来到了前线要塞，这就是前线要塞，他以前好像叫军械库。全员下车，士兵们立马下车排列整齐。雷诺耶尔一动不动地站着。过关示意后，一名士兵前去拉闸，过了几秒，铁门。与此同时，叶东这边游戏传来公告：免费看全文，下载凡间小说，搜索“小七日记”4个字，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收。先锋战队赛第3轮将在2小时后开始，第3轮难度增加，在地图中会刷新超精英 AI， 超精英 AI 拥有普通精英 AI 的2倍血量，并且为4级套、高级武器和4级弹。注：超精英 AI 不受毒圈影响，并且会优先攻击圈外扛毒的玩家。同样，第3轮的奖励也会增加，地图重新开放摸金，并且在比赛中有概率摸出黄金 M4。黄金 M4 不具攻击属性，属于收藏品，价值200万科 NB。地图中摸出的小金和大金，还有黄金 M4 会在游戏胜利后通过邮件发放。注：黄金 M4 占12格。好家伙，黄金 M4 我还没摸过金，终于要来了吗？梦里想想就好了，那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如何应对超精英呀。目前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他们的人数，人数如果多起来的话，还是很麻烦的。你们说都有超精英 AI， 那会不会有超级男团？超级男团，
我们不就是超级男团吗？叶东4人装备好，系统也传来了公告。先锋战队赛的第3阶段对局马上开始。老大，我有点紧张。接下来的对手基本是全服最顶尖的存在，在装备上基本不输我们，操作上可能还会超越我们。现在还有超精英 AI， 还不能苟了，确实难办。怕什么？游戏而已，又不是死了就真的死了，干就完了。而且就算是输了也能学到些经验，那些经验的宝贵可不亚于任何奖励。可是老大的钥匙礼包不就？大不了就不要了，回头再召唤小弟，大家一起找。这比赛还没开始呢，怎么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呢？生活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要有正视任何结果的心态。地图山谷，地图加载中。4人出生在滩头阵地。卧槽，冲别墅！哎呀，头一次觉得吸入器这么香甜。美人止痛和吸入器先来一口。4人打满状态后，也是直接冲进了别墅。什么玩意儿？来了就别想走了。叶东开心的请1楼的2个超精英 AR 吃了包子。狼牙直接冲棉堡了，阿强也去炫另一个棉堡了。叶东去开了1楼的储藏间。卧槽，4分才死，果然很肉。一个照面，向北就断了2只手，做个手术也去开了车库的保险。一个唱片机，我这边一个惊爆，我这边全是子。出，左中还是2，卧槽！什么东西？给我打！来玩家了，而且超精英 AR 还在刷。叶东让小弟们在2楼集合，准备开完主卧室就溜。一定要出！尽快，液压扳手，完好的屏幕。卧槽，大一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仓库钥匙，刚好是我们没有的。可以，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太好了，现在距离集齐全部的钥匙，只差观景台办公室和休闲室包间了。人马上来了，楼下传来密集的脚步，有一个人正要上来。转移，正面作战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卧槽，有人捏顺爆！走，快！叶东4人往停机坪方向撤去，原先的2楼已经被许多雷子炸得不成样了。圈刷在整个山谷地图的正中间偏上的位置，刚好没有覆盖到海滨别墅。叶东4人位置离圈最远，剩余人数由24人减少到19人。叶东4人躲在停机坪打着药，刚才4人几乎都给炸红了，差一点就要打。向北也丢下重物，拿起 G18C 和叶东汇合。这个局面对面没有一点赢面，于是对面很机智的开始封烟。好家伙，你这让我很难办呀！叶东拿起热成像 SJ16 开始扶着，很快叶东就在烟中找到了目标。这局也该结束了。亮光闪过，叶东的战队再次获得了胜利。叶东直接躺在地上，享受着这短暂的美好的时光。不一会儿，2人就被传送回了男团之乡。此时，游戏传来公告：本次第3轮战队赛已结束，此次获胜的共有6支队伍，恭喜男团战队、天雷小队、X 战队获得最终决赛的参与资格，并全员24人获得 M4 全装包成1。最终决赛将在24小时后开启，具体规则待公告。男团之乡汽车旅馆，累死了。明天可以休息1天，你们几个的训练就先取消吧。突然系统冒出来了。检测到宿舍男团基因已破500，可选择升级男团基因 L3。隐藏升级条件：男团基因达到500，升级花费100男团基因加1000W 科 NB。居然还能升级，太好了！是否升级？升级。扣除100男团基因，1000W 科 NB。天赋男团基因升为3级。男团基因 LV3 被动：1，男团不会主动攻击你，封锁区除外；2，男团对你造成的伤害降低20%，主动：1，每击杀一个游荡者、特遣队员，可获得1个男团基因，20个男团基因可召唤1个男团士兵作为你的小弟，小弟未受致命攻击则会永久存在，男团基因可储存不可售卖。2，召唤出的小弟平均资质大幅提高，且有概率召唤出特殊体质的小弟。3，可用心灵感应呼唤或吩咐小弟。4，可花费50基因升级任意1个小弟天赋，每日只能使用1次，每个小弟仅能升级1次，且大概率升级失败。卧槽，伤害降低20%，基本没有男团可以对枪对付我了。召唤成本翻倍了，不过资质大幅提高。
还有概率召唤出特殊体质的小弟，天赋能升级了，太好了，是时候给狼牙他们加强一波了。召唤，召唤！阵阵亮光闪过，23名形态各异的小弟出现。老大，看天赋，看天赋！叶东看了一圈，总算是发现了一个特殊体质。名称暂无，资质 A 减，特殊体质不可提升，综合战力80，特殊体质不可提升，战力成长0，特殊体质不可提升，特殊体质血量上限提升15%，移速降低5%。卧槽，我血量上限才提升5%，你直接提升15%，这合理吗？把所有特殊体质的小弟专门成立一军，由自己直接管理，那就叫暗金军吧。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暗金1号了。是，老大。叶东直接奔着另一名士兵去了。名称暂无，资质 A 减，特殊体质不可提升，综合战力80，特殊体质不可提升，战力成长0，特殊体质不可提升，特殊体质自动回复血量，每分钟回复最大血量的10%，身体的最大负重降低15千克。哇哦！好家伙，自动回血！叶东给剩下的21人按军装分类归入各队，狼牙带领的是农场1队，阿强则是农场2队，猎鹰带领山谷小队，向北带领北山小队。老大，现在问题来了，小弟们住不下了，原本就50人，我们的农场和山谷能住的地方就满满的。现在又来了20人，根本住不下。住不下，不慌，让兄弟们先忍耐一天，明天就能解锁北山了。叶东回到了汽车旅馆主客房，打开了游戏公告，准备先了解一下对手。此时狼牙、向北、阿强也在看公告。你们睡了吗？睡了。来我房间说个战术，有些东西可以先演示一下。哎呀，还是得听个战术，不然睡不着。天亮了，最终决赛开始了。这次的决赛是全服直播，观众可以随时选择观战视角。游戏传来公告，先锋战队赛最终对局将在1小时后开始，和第3轮一样，在地图中会刷新超精英 AI。超精英 AI 拥有普通精英 AI 的2倍血量，并且为4级套、高级武器和4级弹。注：超精英 AI 不受毒圈影响，并且会优先攻击圈外扛毒的玩家。和第3轮一样，地图开放摸金，并且在比赛中有概率摸出黄金 M4。黄金 M4不具攻击属性，属于收藏品，价值200万科 NB。最终决赛中出金率提高10倍，地图中摸出的小金和大金还有黄金 M4 会在游戏胜利后通过邮件发放。注：黄金 M4 战时4格，摸出黄金 M4 可获得唯一头衔黄金猎人，获得比赛最终胜利的队伍所有成员获得至高头衔巅峰战士。最终奖励全地图自选钥匙礼包成1。好紧张，好紧张！肾上腺素飙升，我感觉身体里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等待释放。光头，最终决赛了，你看到了吗？大家不用紧张，这一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先锋战队赛的最终对局正式开始。地图北部山区。大家好，我是 ABC， 是暗区的一名小猎啊。今天由我给大家带来最终决赛的解说。卧槽，1号位！卧槽，太爽了！进去直接开炫，我有预感，大金将至。我有预感，我们中有人要嘎。老大，你就不怕我们在酒店嘎了？这可是决赛啊！对，平时我们都是先苟一波，然后再去劝架的。没事。不败神话，叶东出生在了坠机山坡左侧。这波1号位4人也是丝毫不虚，直接冲进去选保险。不愧是不败神话。X 战队出生在了隧道公路，他们想干嘛？好像是要架污水旁边的棉堡。不知道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狙的幸运儿呢 ？KD 战队出生在北屯，好家伙，4人去抢乱乐了。天雷战队出生在了水坝右侧，这个位置也是十分的危险的。他们要如何应对呢？魔晶大队出生在了公交总站，他们直接冲观景台去了。这波很明智。冷血战队出生在欧特斯山脉，他们选择直奔酒店。不过这个距离就算去了，也一个保险都没了。狼牙第一时间清掉 AI 哥。狼牙去开 D 栋的2个保险，顺便看看废旧棚屋方向的人。向北去 A 栋假期观察，阿强开 C 栋3个保险，我去开 B 栋。叶东熟练的来到 B 栋2楼，进入 B203。出货，说好的10倍出金率4格，3升，又是4格，鼓风机6格，钢筋剪，卧槽，真是满级保险。叶东迅速出门右转，进入 B 栋接待室。
出，别让我失望啊！棉布、香水、腕表、助听器，3叠克 N 币，卧槽！叶东迅速下楼开最后的经理室。卧槽，14个！卧槽，黄金 M4，黄金 M4，我做到了。与此同时，阿强也在快乐的摸金中。阿强，你要坚强，还有一个2修，说不定就出了。阿强来到2号休闲室。来吧，紫就紫，无所谓了。6格，肯定是钢筋。卧槽，亿万暴击，金狮雕像。与此同时，狼牙也开完了地洞放映室和D208。一个茶壶而已，小金。与此同时，天雷小队清完水坝的歌后，也是果断的前往污水处理厂，但他们的走法十分稳健，边封烟边走。雷哥，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你想一枪都没开，啥也没干就死吗？别忘了 X 战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们跑快一点吧。隧道公路旁边的小山坡上，4排狙击枪整齐划一。兄弟们，来活了！小可爱还封烟。污水处理厂外围的烟中，一名玩家瞬间倒地，化为金属银河。卧槽，有狙，用 B 型烟分散走位。我死了。同时，北村一栋房屋内。老大，我们决赛这样躲着真的好吗？对啊，这可是现场直播啊，会不会被别人说？安静，谁说玩这游戏不能苟？哪条法律规定的？你出去又能干嘛？给 X 当靶子，被天雷喂包子，还是说你弄得过冷血，刚得过叶东？现在叶东就是所有玩家都不愿触碰的一把利刃 ，X 就是所有玩家心上悬着的一根针。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唯有苟是永恒。不是还有一个摸金大队？不要说了，一名老六的基本素养就是要沉得住气，要十分的自律。我们可以死，但是一定要死在他们后面。老表哦，我是 ABC， 现在第一个圈终于出现了，位于北部山区地图的正中间。我们决赛的第1名牺牲者也出现了，他是天雷战队的烟中鬼。天雷战队想要转移至污水处理厂，途中烟中鬼被 X 战队队长本命 X 使用 X50 M2 子弹一枪爆头。视线来到观景台，摸金战队在观景台的棉包摸出了花瓶，这可是个好兆头。现在比赛的剩余人数为23人，叶东战队在北山酒店也是开完了所有的保险，叶东还开出了黄金 M4， 让我们祝贺玩家叶东获得唯一头衔黄金猎人。而冷血战队也已经来到了北山酒店 B 栋的外围，大战一触即发，这2支战力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除了向北，所有人 B 栋2楼集合，我这来脚步了。很快3人汇合。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阿强，做任何事一定不能着急，着急会坏事的。刚才围墙外来了一声很小的脚步，虽然很小，但还是让我听到了。有一个疑点就是 B 栋围墙旁的 AI 哥还在站岗，说明他们又不在这附近，至少没有从 B 栋这个入口进来。刚才类似脚步的声音应该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至于他们的目的可能就是从其他方向偷偷潜入酒店。按这样分析的话， B 栋反而是相对安全的，所以我先把你们叫来，免得被一一击破了。这样的作战风格，他们是冷血战队。没错，我浏览了许多冷血战队对战的视频，不能说兵法计谋之多，只能说一切尽在掌握。他们进游戏的前身可能就是类似雇佣兵的人。老大，这么说，向北岂不是有危险？不，我相信他不会有危险。此时的 A 栋1楼围墙外蹲着4个人。哼，一群小喽啰。秃鹰 ，A 栋这个狙击点交给你了，其他人和我去 D 栋。1楼的人机都被清完了，这酒店里却一点枪声没有，说明目前只有一个队。希望是叶东那个战队把不败神话踩在脚下才有意思。什么不败神话，无非是有点小实力又爱狗起来的虫子罢了。秃鹰扎下一根针，进入 A 栋1楼。秃鹰半蹲着身形，拿着法老扫视着四周，一点细微的声音从2楼传来。秃鹰慢慢的从倒塌的斜面上走向2楼，在上斜面的一瞬间猛地回头，没人吗？肯定有人。秃鹰慢慢走向那间锁已经被开过、门虚掩着的房间，没人，不对。秃鹰又猛地将视角转向另一面，那堆沙袋后面，沙袋后面是个5级头盔。秃鹰轻声绕到沙袋旁，一波提前枪接跳枪。秃鹰死了，秃鹰懵了。沙袋后面是有一个头盔，不过头盔下面不是玩家，
而是好几桶燃料桶。老表哦，我是解说 ABC。随着第一个圈刷了之后，各个队伍开始进圈。KD 战队从北村转移至南村，一路沿着地图边缘来到坠机山坡。天雷战队的3名成员也是暂时占据了污水处理厂，但是一直被 X 战队架着，十分难受。摸金战队从观景台沿圈边转移至通信站，又来到检查站，看样子是准备进入酒店了。冷血战队也是进入了北山酒店，即将和叶东所在的男团战队开战了。这2支队伍都是以极大的赢面晋级到决赛的，他们的实力都可以在6队中排入前3，是妥妥的2支夺冠热门队伍。他们2支战队的对抗一定会带来非常精彩的战斗场面。秃鹰一人进入了 A 洞，他的敌人是一直潜伏在 A 洞的湘北。湘北要如何应对呢？什么？湘北居然摘下了头盔，他究竟要做什么？湘北从包中拿出了2桶燃料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个小针吧。湘北把头盔固定在燃料桶上，摆在了沙袋后面，还故意露出了一点。他慢慢后退，居然还悠闲地喝起了牛磺酸，这个陷阱牛逼啊！但秃鹰会上当吗？D 栋居然没人，C 栋也没有，那就全躲 D 栋了。3人从 C 栋3楼的主楼梯来到了 B 栋2楼。我死了 ，A 栋1个人。什么？有点意思，1个人。那我们还是先撤。现在他们有人在 A 栋架着狙，我们不好打。撤退，但不能就这么撤退。老大，他们来了。安静，先仔细听听。很近了，老大是直接阴还是绕后偷屁股？在主楼梯左右的位置先丢雷。这没死，继续。还不死？脚步发生器。确实，我靠，被耍了。我们嘎了他们一个重要成员，同样的他们也耍了我们一次。那接下来怎么办？先苟着吧，你们对枪很大概率是对不过他们的，让更多队伍进来酒店，把这场战斗搞乱，对我们才更有利。此时，摸金战队来到了 B 栋围墙外，开始了行动。有人一直丢雷，又来了一个队，分散开，直接打。狼牙和阿强也是各自来到另一个房间的阳台，往下输出火力。有人上来了，2个，倒一个，我倒了，位置基本都暴露了，赶快转移。我操！轰炸还在继续，我嘎了，转移到另一边，从阳台翻下楼。大残的2人连忙撤退，为什么不往3楼走？某队说不定就在3楼蹲着，等待快递上门。很快，叶东丢出燃烧瓶的火焰熄灭了。摸金大队的金狮和茶壶追了上来，他们队只剩2人了。不过他们坚信叶东他们也是大残，直接冲了上来。看这个盒子就是刚才炸的，看热乎。我们的进攻位一直隔墙炸，他们为了安全，大概率会往3楼撤。拉直接冲。他们状态不好，现在是个好机会。黑蜘蛛蹲在3楼楼梯的箱子后面，而独狼在2号休闲室内架着。摸金战队的2人一上来就被冷血战队2人的 S 连点都不排，这个队是怎么进的决赛？可惜不是叶东那个战队。此时的叶东和狼牙正在1楼的某个小角落打着药，同时 X 战队还在圈外，正对付着圈外的超精英 AR。天雷小队也趁着这个机会兵分2路，进攻雷和破片大叔先来到伐木场，而你仔细听，则是留在污水处理附近等待报仇的机会。圈又刷了，刷在原先圈的正下方，以北山酒店为中心的一个圆，最北涵盖至水坝的一角，最南至坠机山坡。X 战队清完了 AR， 准备从污水处理厂右侧贴着北村南村进圈。正合我意，小心右手边，天雷战队的人可能还在，先过去看看吧，免得等下进圈被偷屁股。X 战队4人兵分2路，本命 X 和哎呀走人路线进圈，莫伤心和 SJ16去污水处理厂看看。3个脚步，他们果然还在这。哼，人头是我的，看谁抢得过谁。SJ16拉出一把 G18C， 准备从污水处理厂的北面直接杀入。我死了，我死了，在里面吗？队长，天雷战队3人都在污水，但是没看到人。先撤离，进圈，去伐木场待一会儿，等下他们肯定要进圈，到时候他们全是囊中之物。OK。莫伤心扎下针，径直往伐木场跑去。就在莫伤心快到的时候，卧槽，我倒了。哪里打的？污水？伐木场有老六。莫伤心刚说完就被补掉了。
法老 MU2 子弹，进攻雷是天雷小队。好家伙，给我等着，先绕到坠机山坡去，不着急。老大，好像有人来了。太好了，准备雷子。本命 X 和艾亚来到了坠机山坡，他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伐木场方向和北山酒店的方向。杀戮时刻，本命 X 用热成像瞄向酒店，很快便找到了一个猎物。嘎一个，行动。卧槽，我倒了。我也。KD 四人跑到金属银河边，打开盒子，兴奋地查看身份牌。卧槽，居然是 X 大神，我居然溜了 X。造化弄人，居胜遇上了老六。视角拉回北山酒店，刚刚本命 X 击杀的正是冷血战队的独狼。此时场上剩余的人数为12人，天雷战队现在的场面也不乐观，还在圈外的他们饱受超精英 AI 的摧残。破片帮我架一下，我快死了，先打个药。卧槽，我倒了。旁边也来人了 ，MG 5、6个。我死了，你们快撤，直接进圈。等下进圈肯定被狙。狙就狙了，快，总比被挨打死强。二人跑到废旧棚屋时，圈又刷了，正好刷在整个北山酒店。尽量先和向北汇合，去 A 栋 G18C 备好，随时准备近距离作战。KD 战队的4人也准备从坠机山坡偷偷潜入酒店。卧槽，走火了！老大发现目标，动手。卧槽，我倒了！卧槽，老六，我被秒了，锁头。几乎在一瞬间，KD 战队的成员就从4人瞬间减少到了1人。6KD 原本就走在队伍的最后，听到枪声后，连忙躲到旁边的装甲车后面，逃过一死。老表哦，这里是解说 ABC， 你现在观看的是先锋杯最终决赛的最终时刻，蝰蛇和黑蜘蛛终于是坐不住了，直接冲下楼准备痛击对手。KD 战队4人刚好进入北山酒店，两队撞到了，果不其然 ，KD 战队以被碾压的实力迅速挂了3人。6KD 迅速往左右一根烟，丢下背包，左右都传来了些许脚步，但都没有同时出现，一时让 6KD 分不清是1个人还是2个人。拼了！目标已清除，老大就在旁边。一左一右。2人分别从2个地方出来，被打的人被夹在中间，敌人一前一后，几乎无解。我死了，斧头。他也嘎了。叶东简单确认四下无人后，打开了盒子，看了看身份牌，黑蜘蛛，可以解决到一个大麻烦。只是叶东不知道，蝰蛇就在1楼，而且不仅在1楼，他就在附近，只是一直没露脚步，为的就是钓叶东这条大鱼。叶东迅速垂直跑离弹道方向，但还是被打残了。叶东一路向酒店里面跑去，而蝰蛇在后面追着，但叶东的6套也限制了很多移速。叶东刚跑到酒店中间的院子里时，他也出现在了蝰蛇的视线里。锁头直接死！我操！俄敌神陨落了！卧槽！快告诉我这是假的！蝰蛇确实牛逼，为了引叶东出来，一直不露脚步。黑蜘蛛死了，他也不露。老表哦，我是解说员 ABC， 不败神话，叶东居然败了。自从大家进入暗区以来，叶东就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他的打法思路永远是暗区世界最超前的，各种老6点位，各种身法。关于G18C，他贡献了许许多多暗区的财富密码和身法教学。虽然今天他死了，但他曾经那不败的神话依旧会流传下去，所有人都会记得暗区世界曾拥有一个创造不少里程碑意义的男人叶东。这啥解说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叶东真嘎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卧槽！卧槽！卧槽！蝰蛇被狙了，蝰蛇一心想着灭叶东，反倒是忽略了 A 栋的向北进攻雷和破片大叔也正好因为要进圈，从 D 栋边上的破墙进入，恰好看到了向北狙击时子弹的弹道，剩余人数只剩下3人，他们就2人，还知道了对方的位置。换 G18C， 直接冲一洞。老大，怎么了？没事，没事，有我在这看着，你不会输的。 2人选择直接冲入 A 栋，2人持续丢雷，向北也一直在躲着雷，被迫走位，向北被逼到了一个角落。胜利就在眼前，直接冲！一阵光亮闪过，男团战队成为了最终冠军。杨曼，杨曼 ，USA 1传2，让我们恭喜男团战队获得了最终胜利。 6666666666，等这一刻太久了。完结撒花，
叶东的男团小队4人军获得了至高头衔巅峰战士，也领取了全地图钥匙自选礼包。叶东和狼牙各用掉1个礼包，获得观景台办公室钥匙，获得 C 栋休闲室包间钥匙。恭喜获得北部山区所有钥匙，是否解锁地图北部山区？解锁。解锁地图北部山区，地图名称北部山区可改，每日花费6万，每日大衣16次。地图介绍：位于欧特斯山脉上的一片风景秀丽之地，曾是坎莫纳富人度假旅游常去的地方。北方是延绵的雪山，南部观景台之下是欧特斯小镇。在遭受战火之后，这里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繁荣的景象，基本功能，图内建筑可供玩家生存居住。叶东将名称改为男团之山。恭喜完成任务，钥匙收藏家系统任务，钥匙收藏家已完成。钥匙收藏家集齐农场、山谷、北山3个地图的所有钥匙。注：当前拥有的钥匙均算在内，从现在起从拍卖行购买的不算。任务成功奖励皮质护腿图纸，是否领取？领取。恭喜获得皮质护腿图纸。皮质护腿图纸拥有图纸时，花费500颗 NB 和以下任意物品可合成一个皮质护腿：化纤、讷绒布、麻布、棉布。好家伙，这么划算！狼牙、阿强、向北、猎鹰，把市场上这几样东西全部买爆。是。很快，狼牙4人就召集所有小弟狂买这几样物品，物价一路飙升。老大，这4样各买了5000多件，共花了。可以了，勉强够用。使用图纸进行合成，每个兄弟先来10条。可是我们也不上战场，这护腿没有什么用啊。检测中获得3大信物已满足，获得农场全钥匙已满足，获得山谷全钥匙已满足，获得北山全钥匙已满足，个人资产大于等于2000万已满足。检测完毕，恭喜达成全部隐藏条件，请输入密码，成功后可获得进入暗区世界的资格。系统，这一切全是你安排好的吧？从我一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就出现了，通过发布任务，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步步完成隐藏条件，进入这个所谓暗区世界的地方。是的，宿主。为什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不就是暗区世界吗？还有，为什么是我？宿主现在所在的世界并不是真正的暗区世界，仔细想想，你平日在战斗中打开保险看到的不是保险里面的空间，而是5×7排列的格子。你每一次的受伤并不会骨折，而是变红、变黑。承载了上一世游戏记忆的你，在潜意识中默认了这些事情的合理性。卧槽，我以为你现在所处的世界也是虚拟的，或者说它不完全真实。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天选之人可以先有个过渡期，可以适应真正的暗区世界。至于为什么是你，因为你就是天选之人。输入密码吧，去完成你的使命。密码？我怎么知道？系统，那你倒是告诉我密码呀！系统，说话呀！好家伙，这系统 TM 还会玩失踪。我是天选之人，难道是我的名字？密码错误，剩余2次机会。不是，难道和我的天赋有关？是男团基因？密码错误，剩余1次机会。叶东深呼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好好的回想自己经历的所有事情。我知道了，机密文件。密码正确，获得进入暗区世界资格。进入倒计时23小时59分58秒。恭喜宿主破解密码，进入真正的暗区世界会自动绑定宿主的一切物资，包括由宿主召唤出来的男团小弟。好家伙，一个不靠谱的系统，还能带上召唤的男团小弟。好家伙，我说为什么有这个天赋？原来在这等着我，占领农场，踏平北山。暗区即将出现一个新的强大势力，接下来这一天要好好准备了。狼牙、阿强、向北、烈焰，现在开始取消训练，全员伪装，伪装多杀人，可以不用在意收集物资。是。叶东又召唤了23名小弟，特殊体质就1名。叶东又叫了小弟们去采购物资。夜幕降临，叶东站在旅馆2楼的走廊上，望着天空的明月。很快就要上战场了，宁静的生活终究是要结束了。兄弟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上战场了。狼牙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他紧握双拳。一众小弟们也是愕然，彼此交换着不安的目光。
之前的一次次训练，一场又一场的伪装潜入，都是为了现在做准备。我们将要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士兵们逐渐收紧表情，消化着突如其来的重大任务。你们准备好了吗？狼牙站出来，坚定的点头，声音坚决。准备好了。其他小弟们接着附和，齐声回答。我们就了无牵挂，跟随老大一直是我们的人生信条。好，所有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好装备的，去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去和这片农场好好告个别。暗区农场，老大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老大，都过去这么久了，那我们现在是坚守农场。一个眼神，自己去体会。士兵们交换着忧心忡忡的视线，似乎对长官的决策有些疑虑。这老大，可是我们没有可是，如本节特许，做好你分内的事。暗区山谷，戴着墨镜的男子独自坐在椅子上，手里紧握一枚金币，面无表情，眼神中闪过回忆的痛苦。别墅横尸遍野，战斗的痕迹清晰可见。男子与手下小弟检查现场，确认家人与同伴皆已离冒，战火狼烟满目皆是，只有几名敌人留在房车营地。男子依靠俘虏的信息得知敌军组织名称黑金国际。男子重新占领了整个山谷，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有冰冷和复仇的火焰。我发誓，有朝一日让他们血债血偿。北山酒店夜晚 C 栋3楼内部，拉斐尔，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哼，我只知道你马上就是个死人了。小弟迅速包围弗雷德一伙，气氛进一步紧张。弗雷德，你老了，该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上位了。门外传来郑重脚步声，提斯意气风发走进房间。拉斐尔，动作还挺快的嘛。什么？连皮斯也？亲信欲冲上前，却被弗雷德制止。皮斯，你对得起我们吗？这就是你当不上队长的原因，出来混总是要耍点手段的。其他亲信愤怒不已。你就不讲一点忠义吗？忠义值几个钱，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亲信哑口无言，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拉斐尔，想试试看我的人的枪快，还是你的枪快？最右边亲信眼中闪烁着仇恨，手中的武器紧紧指向拉斐尔。哼，弗雷德，你终究是老了。小弟递给拉斐尔一张照片，他带着戏谑的笑意递给弗雷德。什么？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如果今天我不能带走我想要的东西，他就……房间内的每个人心理状态紧绷，如同一根即将断裂的弦，冲突即将爆发。你到底想要什么？不多，那一箱热成像，你的清白和你刚找到的那份文件。拉斐尔，胃口这么大，这么多你吃得完吗？拉斐尔在没有任何感情的脸上透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声音中骤然传来一声枪响，亲信倒地，面色痛苦。拉斐尔，快点吧，我赶时间。此时，皮斯迅速介入，向拉斐尔举了武器。拉斐尔，让我来吧。在一瞬间的沉默后，皮斯惊人地转向拉斐尔，扣动了扳机。全体成员保护老大。拉斐尔的小弟们显得慌乱，而皮斯的小弟们迅速维护秩序，反转局面。弗雷德看着倒在地上瞪大眼睛的亲信，满目哀伤。来人，给我好生安葬他，他死的不光荣。老大，他为了你而死，也是一种光荣。大雨倾盆，酒店外的夜空中雷声轰鸣。皮斯拿着报纸，神色沉重地走向弗雷德。老大，我们被通缉了。景色宜人的农场，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百余士兵持步枪，装备齐全的从中出现。这个世界要变天了。老大，地面湿滑，看来刚下过雨。前方的那些建筑感觉有点眼熟，要不我带人先侦查一下？不用，我去。注意警戒，你们原地待命，暗金军和我去侦查。叶东和他的3名暗金装的小弟开始注射肌肉针，而狼牙和向北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队伍来到建筑群，眼前是一些破败不堪的小房子，在远处是一栋别墅和一座大仓库。这个农场太熟悉了，我们分成2队行动，心灵感应联系。侦查情况后，2人开始交互信息。别墅有1人，仓库无人，装卸区看到2人，北麦田也有2个。看他们的装备都是基础级别的，枪械也很普通。要不我们直接……不急，他们肯定有更多人手，先观察。潜伏到南麦田时，叶东大吃一惊，看到有人竟然爬到了房顶上蹲着。
接下来的侦查操作被一个位在屋顶的男子发现。真 TM 有在房顶上的，暗区突围不是闹着玩的。现在侦查的任务重落在北麦田他们身上。卧槽，马厩里都是人啊！里面穿着暗旅军装的兵都有3级装备。先撤，我们不急于一时。阿贾克斯他是雷诺伊尔手下，不是很强，但是个好起点。看来这也算添一把。决定了，阿贾克斯，撤退，我们暂时不继续探查了。是。烂泥地上脚步声微响，4人回到所谓的大本营极烂田地。老大回来了，大家久等了。老大，情况怎么样？农场前头守着阿贾克斯的队伍。阿贾克斯难以确认具体人数，但最多不过50人，他们的装备也不如我们。那还等什么？我要上战场为老大立功！不要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嘛！不过我们可以最小化伤亡。老大的意思是夜袭，他们夜间防守不弱，这时候进攻最好。别忘了，我们还有热诚相依。夕阳的余晖洒满了天边，烧红了晚烟。随着一天的结束，夜色降临，营地里众人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宴。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哎呀，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再来一口。啊，太爽了！这老大，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终于，夜幕降临，熟睡的大地只留下稀疏的星光。到了执行任务的时刻，准备出发，回到旅馆，想象着舒服的大床。冲！狼牙在人群边缘做了一个默默的动作，悄然插入了一根绿针。卧槽，系统你还撤回来了？检测到宿主战力达到90，解锁老大血脉中97%、98%、99%。恭喜获得天赋，老大血脉领入1，被动1男团体质，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更加坚韧，血量上限提高50%。介绍：男团老大生来就具有比一般人更强的体质。2老大威慑，对手若不是一方老大，则会受到威慑，降低战斗欲望。介绍：每个男团老大身上都具有正常人遥不可及的气势与威严，让那些内心不强大的人感到畏惧。3杀戮漫漫，自己每击杀一个人，获得1滴鲜血值，鲜血值达到一定数量，可用于抽取和升级技能。第一次抽取技能花费10鲜血值，第二次20，第三次40。第一次升级技能花费10鲜血值，第二次20，第三次40。介绍：每个男团老大都曾过着刀剑舔血的日子，在一次次生死存亡的战斗中逐渐成长。主动战无天赋升级条件 L52，成为一方老大，拥有自己的领地和自己独有的信物。这才是主角该有的样子吗？老大，怎么了？没事。叶东开始了作战部署。作战计划的第1条，向北带领北山小队绕后先偷偷占据谷物交易站，慢慢包围农场西面一带，然后猎鹰带领山谷小队暗中清理别墅和装卸区的敌人，埋伏在仓库一带，慢慢包围农场东面一带。狼牙和阿强带领部分小弟驻守农场南面的公路，这样就把农场的3个方向团团围住。采用的战术是为3缺1，即包围3面，敞开一面，预设伏兵，诱迫敌人出逃，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的战法。这个战术多用于对敌方固守的城镇或其他据点实施围攻时，为缩短作战进程，减少消耗和伤亡。进攻军队采取3面包围，一面放开，诱孤立之敌以突围，然后歼敌于预设的伏击地区的战法。老大，南面公路有阿强就行了，我也想冲锋在前面。狼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此阿贾克斯非彼阿贾克斯，你一定要明白，把他当成正常的敌人就行。是，老大。报告，旅馆4周和马厩周围均有几名士兵站岗，其余地方的小弟基本都在睡觉。干得不错。即使对面是3级套，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争取把伤亡降到最低。老大，我这边 OK 了，装卸区的人也都睡着了。有佩戴热成像的成员随我冲锋，其余人员按原计划伏击。是，进攻。随着叶东一颗破片雷的丢出，战争正式打响。有人！旅馆外围的几名小弟很快被消灭。农场1队和我冲！注意警戒！老大，对面装备精良，好多还带着热成像，最次也是4级套。谷物和装卸区的小弟也没有消息，估计是已经凉了。老大，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北面的公路撤退，马厩的小弟们可以帮助我们拖延时间。他们到底是谁？老大，快撤吧，我们马上就坚持不住了。撤退。叶东和小弟们攻到了汽车旅馆后院，按金军排点，其余人架枪。冲！
保护老大。后撤，小心手雷。兄弟们，喂他们吃包子。2楼厕所内，2名阿贾克斯的小弟正瑟瑟发抖着。兄弟们，喂他们吃包子。2楼厕所内，2名阿贾克斯的小弟正瑟瑟发抖着。卧槽，他们究竟有多少颗雷呀？这雷会丢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是啊，好久没见过这么豪的军队了，太变态了！卧槽！狂轰滥炸持续了1分钟后，汽车旅馆终于安静了下来，遍地都是尸体。报告，北山小队无伤亡。报告，山谷小队也是。报告，8人重伤，2人死亡。让重伤的好好休息疗养，死去的士兵好生安葬，他们身上的物资平分给受伤的人。是。大家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个头上戴着红色贝雷帽的，身上有把军刀的男人。是。小弟们对战利品进行了清点，净赚-158万。嘿嘿，好一个净赚-158万。小弟们并没有发现符合阿贾克斯特征和条件的尸体。那家伙不是一心坚守农场吗？怎么跑得这么快？系统，我可以让农场成为我的领地吗？我再搞个新物，是不是就可以升级天赋了？不行，农场已经诞生过1名男团老大了。这样，意思就是说，我想升级天赋就只能去电视台了。宿主还有一种方法，当阿贾克斯死亡时，宿主作为农场最大的势力，就可以取代阿贾克斯，成为农场新的老大。好家伙，还能这么玩！叶东来到主客房门口，发现门被锁了，拿出之前的主客房钥匙来开，居然还打不开。好家伙，真是给你惯的！我操！床上是2个老人的尸体。你们倒是挺安详的，那我呢？我睡哪？这尸体放了这么久的床，老大还敢睡吗？这比做钟还做钟呀！叶东叫上了几名小弟，一起将主客房清理了一遍。睡觉睡觉。床头的保险箱，小弟们轮班试着密码，终于在快中午的时候试出来。我操！触发隐藏条件，解锁隐藏任务。隐藏任务：大金收藏，集齐古董茶壶、金丝雕像、花瓶、宝石项链4大金。隐藏任务触发条件：获得4大金其中之一。任务成功奖励：解锁系统商城。任务失败惩罚：随机失去一项天赋。任务时间30天。是否领取？失败的话会失去一项天赋，这么狠吗？思索再三，叶东做出了决定。领取。农场既然打下来了，那就要好好的守住。叶东呼唤来了狼牙、向北他们。狼牙和阿强现在开始负责小弟们的生活管理，尽量解决设备的维修和粮食的补给问题。是。向北，你负责今后小弟们的训练，训练强度要进一步提高。是。猎鹰，你负责农场的巡逻治安，农场的每一个老6点位附近都可以安排人手，遇到敌军第一时间进行侦查和汇报。没问题。北部山区北山酒店，弗雷德站在 C 栋3楼的窗前，思索着人生。老大，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皮斯，你和我来。皮斯尤文跟着弗雷德走进了休闲室。这里有什么异常吗？大衣里面有一张文件，当我打开文件时，发现里面写着一些特殊的字符。皮斯尤文从大衣里翻出文件，边看边思索。摩斯密码解开后是4个数字，即电子保险箱的密码。我破解了保险箱后，电子保险箱的门被弹开，里面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一本情报，这可不是普通的情报，它是能让我们翻身，甚至走向巅峰的东西。农场人工湖旁，农场已经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维修小队也修好了几辆运输车。叶东站在农场人工湖旁边的公路上，开始了召唤小弟。50名小弟现身。老大，叶东按军装把小弟们分配给狼牙、阿强、向北、猎鹰。小弟们现在气势高涨，叶东也觉得时机到了。阿强带领1排3，4队驻守农场，猎鹰带领3排照常巡逻，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汇报，其余人随我进军北山。是。老大，我这边很顺利，B 栋已经占领下来了，目前在向 A 栋和 C 栋渗透。顺利个屁！打了那么久才thủ下来，还好意思说？弗雷德在 D 栋，迅速向 D 栋发起冲锋。是，所有人集中，直接冲 D 栋。老大，对面的人数已经大概摸清楚，目前来看不超过50。很好，直接冲！杀弗雷德者将十分金快。是。大量的深灰色士兵不断涌入酒店，一个个不要命的往。弗雷德，你逃不掉了。老大，前面应该就是北山了吧？应该不会错。这次来北山，我只办3件事。老大，前面不远处应该是污水处理厂，我们要去看看嘛。按金军在探查污水处理厂4周的情况。是。其余人和我进军北村和南村。是。北村和南村都没有活人，只有一些游荡着腐烂的尸体。但是酒店却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卧槽，老大，那边有人打架。看到了，真是太过分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走，为了世界和平，这必须好好的去劝个架。你逃不掉了。保护老大！冲入地洞的人数越来越多。老大，你的胸口在流血啊！警戒，注意后方的敌人。老大，这次的伤亡至少过半了。哼，能消灭弗雷德，损失一些士兵又算什么？不好了，老大，南村方向又来了一支部队，目测有100余人，正迅速向我军后方靠近。玄万，嘿嘿，怎么？长官，坠击山坡上的分队顿时乱作一团。他们的指挥官已经死了，冲锋！一队凿掩体，2队包抄。芜湖好多屁股，嘿嘿，我最爱偷屁股了。局势反转，申辉军现在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撤退！士兵们四处奔逃，溃不成军。最后一名申辉军的倒下，众人正要松口气时，注意警戒！叶东敏锐地察觉到酒店里面还有一群人。难道是弗雷德？会在北山酒店里的极大概率就是弗雷德。我们没有恶意，如果里面还有人，请出来谈谈。地洞门口缓缓走出来了几人。姓名：弗雷德，身份：北山酒店老大前车潜队员，状态：重伤、流血，综合战力95，目前战力81，天赋：老大血脉力3，弗雷德专属1男团体质，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更加坚韧，血量上限提高70%。介绍：弗雷德通过强大的天赋和刻苦的锻炼，拥有比一般人更强的体质。2王者威压，王者的杀气，战斗中散发出强大的威压，让弱小的对手心生恐惧，降低战意。介绍：弗雷德身上拥有正常人遥不可及的气势与威严，让那些内心不强大的人感到惧怕。3绝境逢生，战斗中处于逆风时会爆发强大的战意，身体分泌大量激素，大幅减轻疼痛感和负重感。介绍：弗雷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存亡，在逆境中可以爆发出更强的力量，是老大魄力，自身强大的魄力吸引着小弟，容易使其崇拜。介绍：十分仗义的弗雷德，小弟也是十分忠心、主动、隐藏。卧槽，不愧是弗雷德。系统，为啥我看不了弗雷德的主动技能啊？你好，我是前特遣队员弗雷德，